海峡两岸的距离不远，穿梭海峡的历史很长。1万多年前的冰河时期，海水下降，台湾海峡因此成为陆地。大量华北及华南地区的哺乳动物群走过海峡路桥来到台湾。远古的大陆猎人追逐动物东迁而来，他们应该就是台湾史前最早的人类。濒临太平洋的东部海岸，台东长滨乡八仙洞发现了台湾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它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这里的考古发现证明，至少在3万年前，人类已经到达台湾。学者认为，长滨文化人应该来自华南地区，但在5000年前突然消失。大约1万年前，冰河期结束，海水上升，覆盖陆地，形成台湾海峡。台湾从此与大陆隔离，成为汪洋中的一座岛屿。大约在6000到5000年前，一群善于航海的人类，划着独木舟冲破海浪，从海峡对岸来到台湾西海岸，在今天的新北大笨坑上岸落脚。台湾由此诞生了大笨坑文化，它标志着台湾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开始呢，大概主要是在台湾的西海岸，然后慢慢的向全岛去扩散，变成非常多元化的台湾的史前文化啊。那么大笨坑文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很多学者认为呢，这个文化它很可能就是目前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最早的祖先。在汉人尚未移居台湾之前，岛上居住着台湾原住民，他们以一个个互不相属的部落和族群分布于平原山区。今天台湾2300万人口中，他们大概占2.1%。台湾原住民有他的语言和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很多讲说南岛语族的讲的语言基本上属于同一个语言啊，所以呢，台湾原住民它是属于南岛语族的一部分。南岛语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分布地域相当宽广。澳洲学者贝尔伍德认为，南岛语是从台湾扩散到东南亚的，但台湾并不是南岛语发源地。南岛语的祖先在距今5000到6000年前从福建来到台湾，他们在台湾发展出语言学家今日重建的原南岛语，并保持沿海经济超过1000年，直到约4000年前迁移到菲律宾北部，携带着他们传统的农业、制陶和航海等技术。好聪明啊！这是台湾海峡，台湾海峡它的对面就是大陆的什么省？福建。我们从这里过去，如果现在的那种有机器的那种航哥，大概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啊，4到5个小时就到大陆了。好，所以呢，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孕育出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族群，与台湾大笨坑文化同类型、同时期，甚至年代更为久远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在福州、闽侯、潭石山、平潭岛、壳丘头等等多处发现。2001年，位处闽江出海口的马祖亮岛，先后挖掘出2具亮岛人骨骸，经过测定，分别为距今8300年和7500年。确认与今天的台湾原住民以及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有着母系血缘的亲缘关系。这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使得中国大陆东南成为现今南岛语族起源地之一，这个理论更加坚实。而台湾近年的一次考古大发现，
则进一步揭开台湾南岛语族的始祖大坌坑文化的源头之谜。1996年，台南科学园区破土动工，台湾规模空前的抢救考古工程随之启动。那么我们在那边进行了有15年的抢救考古工作啊，发现大量的这些各种不同时代的这些文物，它的数量可以100万计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年代呢，大概是在5000年这个左右，我们叫大坌坑文化。5000年前，南岛语族先人的生活面貌终于在今天展现。他从大陆来的时候，他已经有农业了啊，他也会养动物啊。他们精心埋葬了一只狗，5000年前家中养的狗。他们带来了原始的农业技术，种植小米，也种植稻米。他们居住在海边，过着渔耕狩猎的聚落生活。他们擅长烧制陶器，被称为粗绳纹的红衣陶器。大坌坑文化里面最精彩的是它的陶器啊，它几乎每一件陶器上面都有这个波浪的纹的这样一种花纹啊。那这个反映出来的当时人类对于海洋的这个喜好啊，对海洋的这个适应，这些整个的器物上面都反映出来，这个文化它就是一个海洋文化啊，它就是从大陆的这个广东、福建，然后移民到台湾来，它跨过海洋来到台湾啊。那么这个文化从大陆到台湾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发展，可能是一部分从台湾出去的，成为整个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它分布的一个源头。那有一部分人呢，就继续的在台湾呢，就生存、发展、演变，到最后呢，变成现在台湾原住民。如果说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的南岛语族先民，开启了台湾5000年前的史前时代，那么400年前涌动而起的汉族先民过台湾的浪潮，则是中华文化被视为进入台湾的历史开端。此后数百年间，台湾经历了被荷兰、西班牙占据的荷西时期，郑成功开创的明郑时期，长达212年的清朝时期，被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日据时期，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国政府光复台湾。这座岛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走到今天，往事已经远去，甚至变得缥缈无疾，但亲历这片土地，依然令人觉得祖先血脉沧桑成就的过台湾历史历历在目。距今400多年前，明朝万历末年，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村少年郑衣冠出海了。那时，村里的父老乡亲，谁敢想象郑衣冠后来会摇身成为台湾海峡的一代霸主郑芝龙，并且有个更有名的儿子郑成功。郑衣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少落魄，从小习海事，性情易荡，不喜读书，有履历，好拳棒。在泉州当小官吏的父亲郑世表调教无奈，只好让他带着2个弟弟前往澳门，投靠在那里经商的舅舅黄成学做生意。不仅仅是郑衣冠，出海是这个与海为邻的村庄几乎每家每户的选择。这部石井郑氏族谱投射出明末社会动荡不安的样貌。与郑衣冠同样前往广东、澳门的人数众多，
1557年，那里成为葡萄牙的租界地。再不然就是去吕宋、马尼拉。1565年，它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许多人去了澎湖，这是从闽南前往台湾的必经之地。正式的族谱就反映我们福建闽南沿海这一带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我们福建省是一个多山又沿海的这么一个省，它需要去开拓更多的生存空间。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明末那个时代，就是16、17世纪，实际上人类历史进入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最先来到，然后是西班牙、英国、荷兰也接踵而来，在日本平户开了商馆。那西方进入大航海时代以后，刚好就应和我们福建人、中国人已经有的这种航海的经历、航海的传统，所以在那个时候，福建沿海的居民往海走，就变成是连先富鸡蛋的潮流所汇成的一种牵引。汪洋中的这座岛屿，于是就在这东西交汇的大航海时代，逐渐揭开了缥缈神秘的面纱。这里是澎湖，它位于台湾海峡之中，西距厦门75海里，东面离台湾岛最近处只有24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晚风轻拂澎湖湾，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大家因为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而熟悉亲近它。坐在门前的矮墙上，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有多少人会想到这里与台湾是怎样的息息相关？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1604年，明万历32年8月7日，一个台风天，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维麻郎率3艘军舰进抵澎湖，登陆妈宫，今天的马公。维麻郎到来的时候，正好是明朝军队对澎湖的守备空档期。因为明朝有所谓的春汛跟冬汛，它刚好在交接的时候，所以说没有军队驻扎在这里，它很容易就上岸了。上岸之后呢，当然把澎湖就占领了。维麻郎一面伐木竹社，做长久居住的打算，一面派人到福建要求互市通商，用炮舰占据他国的一块领土，以达到通商的目的，是西方海上强国的一贯手法。西元1588年，荷兰人经过多年的武装反抗，宣布脱离西班牙的统治，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此，这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小国迅速崛起，成为大航海时代后来居上的海上马车夫。1602年，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开始积极向亚洲扩张。荷兰人来到亚洲以后，就一直想在东方中国的沿海寻找一个据点，去直接跟中国进行贸易。这就是维麻郎率领荷兰舰队占据澎湖的目的。荷兰人的到来惊动了朝野。大明王朝已经到了日薄西山的末期，表面却依然风光。万历皇帝出京谒陵的这个阵仗，气势何其盛大，但几支远道而来的西方舰船，就引起了一片恐慌。那时候的明朝政府正在风雨飘摇，他们已经是腐败至极。但是澎湖这个地方是明朝军队的训地，就是军事基地，那再怎么样都不能够就被他占领。
1604年11月间，战功赫赫的吴语水战新一把总沈有容去了澎湖，福建当局已经做好不惜一战的准备，50多艘战船紧随沈有容前往，20多天内2次谈判，唇枪舌剑。面对荷兰人开战的威胁，沈有容做出回答。他当时呢就跟这个维马郎讲说，你应该有听说过我这个沈有容呢在东方把倭寇呢杀得整个海水都变红色的事情。这事发生在2年前，1602年冬季。沈有容率领21艘战舰出师东番台湾，将一股侵害当地的倭寇一举剿灭，凯旋而归。这场景会有如这幅明军灭倭凯旋图。沈有容的军威镇住了荷兰人，维马郎明智的选择离开。当年你来我往的角力，唇枪舌剑的交锋，都凝结到澎湖天后宫这一块陈旧斑驳的石碑上。占据澎湖131天的红毛番荷兰人，被明朝将军沈有容御退。这块400多年前的古碑被公认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沈有容1602年前往东番剿灭倭寇时，福建连江籍的退役老将军陈第志愿随其前往。陈第以他在台南一带20天的经历见闻，写出这篇《东番记》。《东番记》它就确实的汉人在台湾的情形，而且了解当时台湾西岸有很多地名啊，从这些地名我们就了解汉人在那边都已经来过，要不然不会出现那些地名啊。400年前的《东番记》是台湾早期历史，特别是先住民文化习俗史的一篇重要文献。而有关台湾历史的文字记录，在17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我们讲台湾自古以来呢，所以中国明确地记载了大陆的人到过台湾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3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三国的时候，那么以后呢一直没有断。三国时期，吴国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成书于1700多年前，这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其中的宜州指的就是台湾。《三国志·吴书》记载，三国黄龙2年，就是西元230年，吴王孙权遣将军魏温、诸葛直率1万名官兵浮海东渡，直航宜州。数百年后的隋朝，台湾则被称为琉球。从隋大业3年（西元607年）起，隋炀帝曾经3次派人员或大军过海到琉球。西元12世纪中叶，南宋政府将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派兵驻守。元世祖至元18年（西元1281年），元朝在澎湖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巡检司，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明嘉靖42年（西元1563年），因为实行海禁政策而一度废止的澎湖巡检司重新设立。此时已经是大航海时代，西方人进入东方水域。据说在1544年，葡萄牙一支船队驶向日本，途经台湾洋面，远远望见岛上山川雄秀，林木葱茏，不由得发出 Formosa 的呼喊，也就是美丽岛的意思。后来这便成为西方人对台湾的另一个称呼。西方早期的地图，北回归线上的台湾被划成了3个岛。
差不多时期的明代航海图在澎湖之东准确画出了台湾岛，那时它被称为北港。1590年代，我们明朝的这个官方文书上都已经出现说当时福建的人往返澎湖，互市北港民人日往如雾。当时的北港就是台湾全岛日往如雾，很多人都前往台湾了一种是打鱼的，这移民另一种呢做买卖的，但是最多的呢所谓海客。这个海盗呢，后来被围剿，他们就跑到澎湖。那在澎湖呢，再围剿，就跑到台湾。比如说这个林凤等人，林道乾常常逃到台湾来。这些人呢，实际上今天来看就是一些武装走私的集团那么他们武装走私呢，这个如果在大陆上面，因为大陆肯定是官府要镇压的了，所以他们就在海外找自己基地。一个呢在日本，还有找的基地呢就是台湾，所以往往以他们基地就聚集上万甚至好几万人。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郑芝龙、严思齐，他们就在今天台南附近，在北港就建立了自己的基地。云林北港原名笨港，有一种说法，这里是开台先驱严思齐、郑芝龙的登陆之地，因此北港民众为他们树立起这座纪念碑。严思齐，漳州府海城县人，据清康熙年间泉州人江日升的笔记小说《台湾外记》所在，此人身体雄健，武艺精熟，早年因遭宦家欺凌，挥拳打死其仆人而出逃日本平户，以裁缝为生。凭着仗义疏财的豪侠性情，成为平户华人圈子里远近驰名的人物。按台湾外记所在，严思齐、郑芝龙等28位结盟兄弟，是在明朝天启4年（西元1624年）从日本平户到台湾的。而康熙24年（西元1685年）最早的台湾府志记载，严思齐和郑芝龙早在明朝天启元年，也就是1621年就屯聚于台湾。严思齐入北港，逐寨以居，政府土藩，分训所部更列。云林县水林乡的盐厝寮，有人认为是严思齐建的北港石寨主寨所在地。当年居在这里的，据说大多是从漳州追随严思齐前来开垦的严姓乡亲，村子因此得名。这口七角形的古井，形状独特，年代久远，村里人说它是随严思齐前来的先民开掘的。今天的许多学者认为，嘉义豪美里这个当年叫做王港的地方，才是台湾最早的汉人聚集区。那时被称为海盗头子的严思齐和他的接班人郑芝龙是这里的统治者，而建立这个台湾大本营的幕后推手是李旦。李旦成为平户最大的富商，西洋文书称他为安德瑞·迪提士，或中国贾必丹，也就是华人领袖。严思齐作为长期平户的另一个华人领袖，与李旦强联手，结成商业同盟。早年在澳门学做生意的郑衣官也辗转到了平户，他结识了严思齐，同时投靠到李旦门下，认李旦为义父。李旦成为郑衣官日后发迹的大恩人，据说连郑衣官的亲事也是他撮合的。郑衣官娶的是一个平户女子，名叫田川氏。平户英国商馆馆长考克斯在他1618年的日记中记载了最近2-3年中国人开始在台湾进行贸易的情况。
其中写到，安德瑞迪提士李旦与他的弟弟贾碧丹华、欧阳华宇，无疑是在当地进行私自贸易中最大的冒险投机者。据考克斯日记等文献记载，从西元1614年到1625年11年间，李旦的18艘商船中有11艘是航行台湾的。从1615年开始，日本德川家康政府为了扩展海外的贸易，开始发放所谓的朱印状。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状纸，如同今天的出境签证，船只持有这份朱印状才可以出海贸易。而李旦凭着与平户岛主德川家族建立的特殊关系，成为能够领有朱印状的少数人物之一。掌控台湾基地的严思齐因此在闽浙沿海威名远扬，年轻的郑一官也开始经营海上事业，出入于台湾，成为李旦和严思齐的得力帮手。所以李旦、严思齐、郑芝龙这些人后来都变成早期开发台湾，就是在荷兰人到达台湾之前，早期开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闽南商人。荷兰人又来了。明天启2年，西元1622年6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再度侵占澎湖。与18年前维马郎相比，这次声势大得多，来了7艘军舰，近1000名士兵。舰队司令雷尔生下令在澎湖筑城，试图把澎湖作为他们与中国通商贸易的永久性据点。1619年。荷兰人击败了英国人在印尼的势力，取得了雅加达，他们把它取名叫做巴达维亚，在那边建立他们的殖民总部。他的新任的总督叫做科恩，积极的就谋求开始他的亚洲的发展战略。科恩，荷属殖民地巴达维亚的铁血总督。科恩总督发出指令，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中国法律与国情，与中国的贸易根本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因此我命令部下，中国人如果不给我们方便，又不愿与我们通商，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在各地攻击他们。当荷兰人提出的具有澎湖、与中国直接通商等要求被福建巡抚商周作拒绝之后，雷尔生当即下令对明朝开战。1622年10月，荷兰舰队开始在漳夏沿海袭击明军，抢劫烧杀，大肆掳掠沿海居民。荷兰人在澎湖的第一座城堡就建在这座山头。他选在蛇头山建立了西洋式的城堡，上面架设29门的炮，另外还有兵营，还有一些粮仓。丰贵尾蛇头山，数以千计被掳掠而来的中国人最先被集中在这个地方，建造第一座荷兰城堡，然后又在红木城、瓦洞等处建第2座、第3座。据巴达维亚总督卡本特的叙述，在澎湖集中了1150名中国俘虏，其中1半死于伤寒、病痛、贫困和强迫劳动，剩下的571人由荷兰船运往巴达维亚。到达后的幸存者只有33人。那时大明王朝气数已尽，但面对东南海疆危局，就连这位成天只热心于木匠活、对朝政不管不问的天启皇帝，都发出将红夷作速驱除的圣旨。从天启2年西元1622年10月开始，明荷战争在下漳沿海地区断断续续打了1年多，荷兰损兵折将，
当年的战地厦门，山海间的这些石头，留下了明朝将士抗击红夷的点滴记录。明天启4年，西元1624年正月，福建水师2000将士进兵澎湖，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平湖岛的李旦认为，这样双方如果僵持下去，并不是一个办法，所以他就派了郑芝龙到澎湖去，替他担任通事，也就是翻译这个职务，希望能够协调明军跟荷兰人之间的关系。在海外闯荡数年，郑义官熟悉了荷兰、葡萄牙语，但他的身份也仅仅是个小翻译而已。与荷兰人有着多年商贸往来的李旦，才是明荷双方都看重的关键人物。李旦他也到了澎湖，展开这种斡旋的行动。我想这个李旦是居间起到作用的。经过这个讨价还价，还有明朝派出水师大兵压境的这个情况下，荷兰人最后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退到了台湾。1624年，明天启4年8月，荷兰人从澎湖撤往台南安平。当时这一带叫做大园，是台江内海西岸的一片沙洲。这些沙洲犹如浮现在海面上的鲸鱼，因此便有了形象的叫法鲲身。7个鲲身由北往南一字排开，向台南赤坎延伸。台湾这个名称最初指的就是大园这片沙洲小岛。那荷兰人来到这边，就开始在一鲲身，我们现在叫做安平这个地方盖热兰遮城，再从这里往东，大约5公里左右，那是一大片的土地，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赤坎。第2年1625年，荷兰人就往那边走，就在那边海边盖来一个普罗民遮城，就是现在我们叫做赤坎楼那个地方。按这幅1626年荷兰人大园港口图的标记，赤坎这一带是汉人移民和海盗的村落。左下角的文字显示，当时台南一带共有荷兰人338名，日本人160名，汉人数量最多达到5000名。这幅图是西班牙人所画，是献给西班牙国王的，大概也是一张军事情报地图。荷兰人占领大园之后，吕宋的西班牙人大为恐慌，如此重要的位置被死对头荷兰人控制，对西班牙人的北上贸易将造成巨大的威胁。1626年，明天启6年5月，西班牙舰队占领了今天的基隆，此后又占据了淡水，形成西班牙在北台湾的势力范围，在此统治了16年。台湾海峡开始弥漫西方列强争霸的硝烟，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此时被推上了台海争霸的历史舞台，他就是郑芝龙。在1624年这年夏天，郑芝龙跟着荷兰人从澎湖撤退到了台湾西南部的大园，荷兰人派他建立起一支武装船队，配合他们的联合舰队巡逻台湾海峡，阻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只北上日本去跟日本人做贸易，这是一个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在台湾海峡上阻止从福建到马尼拉跟西班牙人做生意的福建民间船只南下，抢他们的东西，不准他们跟西班牙人贸易，所以后来史书叫他是海盗。但是第2年，荷兰人发现郑芝龙跳槽，自己当老大，他就离开荷兰人，自己拉起了自己的船队，结果势力比荷兰人势力还更强。郑芝龙之所以自立门户，是因为天启5年，西元1625年，发生了2场让他意想不到的大悲大喜的变故。先是在秋季9月，严思齐率部到诸罗山（今天的嘉义）捕猎，不幸染病身亡。同一年很巧的就是李旦他回到了日本，这一年呢，大概10月份吧，在日本平户去世。
那嘉义的王港这块基地等于全然无守。失去首领的王港群雄，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推举郑芝龙为新盟主。李旦在台湾的雄厚资产也被郑芝龙收入囊中。30而立的郑芝龙顿时坐拥巨大的财富和强劲的人马。郑芝龙是继严师奇之后，然后以台湾为大本营。郑芝龙竖旗招兵，跟17个闽南海上豪强结拜为18支，相当于18支武装船队的先锋首领。他的名字也由此从衣冠改为芝龙。郑芝龙屯兵台湾，经营海上，纵横闽粤，易盗易商。福建沿海地区大批民众投奔而来，台湾大本营势力不断壮大，达到巨艇数百、巨徒数万的规模，相当于出现了一个以剑雏形的汉人政权。沧海桑田，当年风帆云集、人马喧腾的王港基地，今天变成这片宁静的好美里田园。只有王港太圣宫里一尊特别的神像，保留下那段历史的印记。阮这尊是这个明朝妈祖，是这个1602年，到今已经有400多年，这是历史记载。这是台湾最早的妈祖像，印证着明朝末年汉人就在这里拓垦定居、开庄立庙的古早往事。在明朝的时代，这是一个足繁华的这个庄头，要开发一个叫做外高庄，一个18节，这拢是郑芝龙伊来开发的这个庄头，伊就对这大慢慢地分出来。郑芝龙在台湾开创出先人基业，但当年他被视为东海最大的海盗。简单的说，就是官方认为他们是海盗，他们自己认为是商人，就是不合法的商人。在大航海时代，就是中世纪末期，海商跟海盗是没有区分的，是一个人的两面性。他如果能够做生意，他就做生意；不能做生意，他就抢。海禁严，商就变成盗；海禁宽，盗就变成商。全世界如此。郑芝龙日益壮大的海上武装，在闽粤间呼风唤雨，民政府对其无力剿灭，只好转而招安。终于在明崇祯元年（西元1628年9月），郑芝龙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离开了台湾。明崇祯元年（西元1628年9月）的某一天，少小离家的郑芝龙从台湾回来了。他率部众3万多人，船只1000余艘。郑芝龙回来的时候，正逢大灾之年，福建连续3年遭遇大旱，饥民无数。这事让福建巡抚熊文灿一筹莫展。刚从台湾归来的郑芝龙给出了一个办法，召饥民赴台垦荒。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质疑，当时的福建省饥荒的情况那么严重，然后呢，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牛？数量无从考证，但福建当时确实发生灾荒。在这种情况底下，郑芝龙把福建沿海的饥民移送到台湾开发是完全可能的。虽然呢，不一定是每个人给这个银3两，还3个人给牛1头，但是呢，这些基本的开垦所需要的经费，由郑芝龙等等来提供。我们的答案也是肯定的他的这个经济实力是非常的强大他完全有这个能力来组织。那么呢，
郑芝龙跟孙文灿在崇祯年间的这一次移民，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政府来组织的这种有计划的移民。这座城名叫热兰遮城，是荷兰人统治台湾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热兰遮城呢，大概残存的最大的一块就是这道墙。那当时他们荷兰人在这边主要跟西边的福建大明帝国做贸易。那时，来自中国的生丝和瓷器是在欧洲市场上能够赚到巨额利润的超级商品。荷兰人在台湾这38年中，有1450万件以上的瓷器，就从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台湾分公司的这个仓库里面运销到全世界去。不过，贸易的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荷兰人的手里。做生意，你要取得商品或是卖出商品，都要有当地的人来帮你做中介嘛。那郑氏家族其实是他们所有的中介里面的最大的这个中介商嘛。荷兰人的生意时时要看他们往日的小翻译郑芝龙的脸色了。那如果说郑氏家族不甩他们在这里的意义就没了。郑芝龙的海商集团雄踞安平，称霸台海。隔海相对，郑荷双方都要掌控台湾海峡的贸易主导权。荷兰的目标就是以台湾为基地，直接到东南亚海进行贸易。郑芝龙不容许，你要留这个货物，我来供应，那这样可以操纵价格啊。第二个，日本与安平的贸易绝对不允许荷兰人插手。那么也就是说，荷兰人他只能在台湾了，其他对日贸易、对这个大陆的贸易都在郑芝龙手中，所以荷兰人很恼火。历代的荷兰人的总督对这个是非常恼火。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决定以海上掠劫的方式逼迫明朝答应其自由贸易的要求。荷兰海军派出几十艘最新式的炮舰，联合中国海盗刘湘，组成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始对福建沿海展开攻击。明军被迫应战。崇祯6年，西元1633年，金门廖罗湾海战爆发。明朝水师出动了数万之众，以郑芝龙为前锋，面对荷兰巨舰的强大炮火，曾经的海贼王郑芝龙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打法，即小船攻大船，贴近放火。当然，这种玩法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批敢死队，而江湖大佬郑芝龙早用他的江湖义气和最高赏格，把士气调整到忘乎生死的亢奋状态。这一场战斗，郑芝龙是获得了大胜。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击败欧洲的强大的舰队，所以郑芝龙从此在整个西洋人当中一战成名了。从此他成为真正的台湾海峡的霸主。海峡按郑芝龙的规则建立了秩序，荷兰人也只能遵守这个秩序了。其实这并非坏事，福建海商可以稳定地将荷兰人需要的货品送往台湾，再由荷兰的船队输往欧洲。台湾也就从这时期开始，逐渐成为东西方转口贸易的枢纽。从这张热兰遮城全景图，可以见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商船停泊在大园港的景象。海上平静了，通往台湾的船只和移民也日渐多了起来。荷兰人的热兰遮城日志留下了诸多这方面的记录。荷兰人乐于见到汉人劳力的到来。台湾当时的嘉南平原适合种植稻米和糖，所以他要将台湾发展农业作为他在东方的粮食基地。那为了这个缘故，他大概1635年前后开始鼓励汉人来台湾耕垦
那脱垦速度也很快，就是发展糖业和稻米。这幅赤坎地区农地与道路图显示，赤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开垦出了大片农田，这表明善于耕作的汉人已经大批的进入了台南地区。西元1642年，荷兰人北上攻陷基隆，结束了西班牙在北台湾16年的统治。西班牙人传教化名的天主堂被改建为荷兰的安东尼堡，台湾人称之为淡水红毛城。荷兰的势力延伸到北部，进入其统治台湾的全盛时期，但盛极而衰。他叫郭怀一。郭怀一是汉族移民的首领，有材料说他是原来郑芝龙的部下，后来郑芝龙投降明朝了，他留下来等等。郭怀一留在台湾，居住在赤坎一带从事开垦。他是组织大陆移民到台湾垦拓的重要人物。前往台湾开垦的大陆百姓日益增多，因此荷兰人征收的人头税也越来越狠。你想想看，12年间税收可以增加15.15倍，那汉人增加不到1倍，那税是非常非常的重。然后他征税的方法非常粗暴哈，他的士兵非常歧视汉人，所以最后这个汉人是忍无可忍哈。1652年9月7日，忍无可忍的汉人由郭怀一领导发动起义，他们攻占了赤坎，并准备夜袭热兰遮城，把荷兰人赶出台湾。但起义迅速被镇压了，郭怀一中弹阵亡，荷兰人大开杀戒。汉人死亡人数是3-4千人啊。那当时在台湾的汉人、荷兰人的估算是15000人到2万人，也就是5个汉人就1个人被杀害啊。那这个是血流成河，非常非常的残酷。郭怀一起义是荷兰统治台湾38年的一个分水岭，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荷兰人在他们的统治也进入了末期，摇摇欲坠。那从此以后，荷兰人也不断传言哈，郑成功要来攻打台湾，弄得他非常心神不宁了哈。1661年9年以后，那这个噩梦对荷兰人实现。1661年的4月30号，荷兰军一觉睡醒了，突然发觉从北边的沙洲跟另外的沙洲中间，密密麻麻的400艘船，国姓爷25000大军就从那边打过来了。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记录下这个惊天动地的场景：敌军全副武装、士气高昂的越过高地，击鼓吹管行军而来，其中有几个骑马的，他们的军队有数不完的漂亮丝质旗帜帆流，头戴光亮的头盔，手握大刀，在普罗明遮城北边扎营，在那里搭起上千个白色帐篷。这是1661年4月30日，台湾历史的一桩大事件从这一天发生。1624年8月26日，日本长崎平户，一个名叫田川氏的孕妇在千里滨海滩捡拾文贝，她突然感到阵阵腹痛，于是避入一块大礁石后，在阵阵涛声中生下一个男婴，
此时，婴儿的父亲郑芝龙正在澎湖给荷兰人当翻译，而荷兰人恰巧也就在这一天开始从澎湖撤往台湾。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在海滩上匆匆降临的孩子，37年后竟然挥师数万东渡海峡，一举将荷兰人逐出了台湾。孩子原名福松，在日本生活了6年多。明崇祯3年，父亲郑芝龙把他接回到泉州安平老家，给他取了个大名，叫做郑森。一条安平桥连接着晋江安海与南安石井，这里就是郑森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郑芝龙当时呢，已经非常的辉煌腾达了，而且呢，有非常的多的资源呢。那对这个大儿子呢，他寄予无限的一个期待。这里据说是少年郑森曾经的读书之地。郑芝龙自己当年不屑科举，现在却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走科举仕宦的路。他不惜重金为儿子聘请名师。郑森7岁开蒙受教，既习文又学剑，15岁成为南安县学的秀才。21岁跟随带兵的叔父郑鸿逵到南京，成为国子监的太学生，并且有幸被江南大儒钱谦益所赏识，收为弟子。15年时间，郑森享受着父亲一手替他安排的最好的教育，算是饱读了儒家经典。那你读这些四书五经，就必须要有一些主要的主轴，叫做忠孝节义。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19、20岁连续2次到省城考举人，都落了榜。因为他在考场外一副年少轻狂的公子哥样，惹怒了主考官。这幅画像，郑成功画像，是我的祖先从很早以前就留下来了。南安石井的郑氏后人世代珍藏，保留住了这幅祖先画像。在家乡画师的笔下，郑成功方脸大耳，一派富贵相。当年他的确大富大贵，算是福建头号富二代。很难想象，如果不是经历了后来家国巨变的惨痛，郑森能够成为后来的郑成功吗？大明王朝走到了末路，山海关外强悍的后金成立了大清国，秣马厉兵，虎视大明万里江山。关内农民起义相继爆发，烈火燎原。西元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悲怆地吊死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个276年的王朝就这样结束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当崇祯皇帝上吊的那一天开始，郑成功他的命运，包括中国的命运，包括太多人的生死的命运都改变了。闯王李自成虽然顺利拿下京城，登基大位，但眨眼之间，他的帝王梦就被从关外浩荡涌入的清军碾碎了。中国历史进入改朝换代的血色年代。大明王朝的悲剧还没有完全落幕，南逃而去的文武遗臣们拥戴明宗室重建政权，先后在南京、福建、广东等地扶起了几个小王朝，苟延残喘了18年，史称南明。郑成功登上了南明的历史舞台。1645年农历闰6月，明太祖朱元璋的9世孙唐王朱玉建在福州登基，改元隆武，成为南明的第2个皇帝。从南京回到福建的郑森随父亲前来觐见隆武帝，一见之下，隆武帝大为欣赏，抚其背曰：“可惜朕没有女儿嫁给你呀。”当场赐他以明朝国姓朱，更名为成功。此后，郑森的名字变成了朱成功，但人们都习惯称他为
国姓爷或郑成功。郑成功对隆武帝深怀知遇之恩，朱玉建在明末宗室算是少有的廉政清明人物，怀抱一腔忠心宏愿。但这个王朝全靠郑芝龙家族的财力和军力所支撑。郑芝龙最初的算盘，则是把隆武帝滞留在闽北的延平，挟明王室以自重。西元1646年6月，在清兵铁骑逼近福建的关头，作为隆武朝三军主帅的郑芝龙，将部队从闽北北部防线全部撤回闽南老家安平。郑芝龙他要保存势力，以至于整个福建就颠覆了。8月，清军兵不血刃进入福建，隆武帝从延平仓皇西逃，最终被清兵追杀于闽西长汀。11月，郑芝龙由安平去了福州。这个海盗兼海商出身的精明人，早已和清军暗通款曲。清朝承诺给他3省王爵的高官厚禄。当年以海上巨盗的身份投降明朝，郑芝龙押对了宝。那么郑芝龙想到还是来做一次投机，但是这一次投机他失败了。郑芝龙到福州后，受到清军盛大欢迎，但随后他就身不由己了。清军将他挟持北上，叱咤东南海疆20年的一代枭雄，由此踏上不归路。他被幽禁京城，被流放东北，16年间成为清廷以父挟子的工具，受尽屈辱和恐吓，生不如死。郑芝龙当决定要投降清朝的时候，一直在游说他的儿子跟着他一起去，那郑成功呢坚决不准。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分道扬镳，势不两立。郑成功给父亲回了一封信，这是一篇断绝父子关系的宣言，用词已经相当决绝。从来都只有父亲叫儿子要忠要孝，从来没有儿子要叫父亲要忠要孝的。今天你执意如此，那当然我们关系也就这样子了。改天如果您发生了不幸，我也只有缟书相送了。灾难接踵而来，郑芝龙刚一降清，大队清兵就涌入安平。在金门的郑成功闻讯，随叔父郑鸿逵的队伍急忙杀回，但已经晚了。安平城破，惨遭洗劫。郑成功挚爱的母亲田川氏自强身亡。田川氏那年45岁，从日本平户来到安平，刚1年。郑成功伤心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把他母亲的尸体挖出来，把这个肠子他洗干净，然后再缝好，再埋葬。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要发誓报仇。这里曾经有一座文庙，据说郑成功厚葬了母亲之后，来到此地祭拜孔子。其为孺子今为孤臣这个讲的说我没有办法，因为遭遇这样的大变，那我只有一心反清朝了。祭拜完孔子，脱下身上的学生服，也就是青衣长衫，一把火焚烧了，然后竖起一面大旗。本青衣举义志，从那时就展开了17年在沿海的抗清事业。郑成功打出的旗号是明朝招讨大将军，这是隆武帝赐给他的封号，郑成功终身以此自称。厦门鼓浪屿，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了郑成功最初的根据地。
那时他22岁，手下不足100人。在当时各路抗清武装中，这是一支不太有人瞧得上眼的队伍，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队伍和地盘在一天天扩大，根据地从小小的鼓浪屿扩展到金门和厦门。1655年，郑成功将厦门（当时叫做中佐所）改名为思明州，公开昭示他怀念并决心恢复明朝的意思。这里曾有一座演武亭，郑成功时时住在此地，操练水陆两军。今天的厦门大学这一带是当年的练兵场和水师营地。郑成功兵强马壮，轴卢1000艘，战将100员，队伍扩展到10数万之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10万气吞吴。1657年，郑成功开始进军江南，大举北伐。但是北伐最终功败垂成，败在金陵城外，败在郑成功的轻敌。南明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清军事行动遭到重挫，此后再没有光复明室的力量和机会了。1659年9月，兵败南京的郑成功回到厦门。他在大陆的军事作战确实遭受打击，那么他必须要安顿将士，必须要在政治跟军事上重新考量。此时，对岸一个神秘的人物来到厦门，他叫何斌。何斌嘛，原来是郑成功父亲郑芝龙的部下。汉人里面，他是地位很高的一个长老。何斌被荷兰人称为最可靠的长老，因为几年前他曾被荷兰人派到厦门，替荷兰人解决了与郑成功之间一起棘手的贸易纠纷。但荷兰人料想不到，何斌回到台湾后，居然执行郑成功派给他的一个任务，替郑成功在台南收税。荷兰当局就非常的震惊，而且恼火，那就把他抓起来，还要判罚他多少罚款。何斌变成债务累累。何斌的超人之处是，在被荷兰人问罪期间不动声色，暗地里派人乘船出入台湾的大小水道，实地勘察，画出了一幅台湾地形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绝密军事地图。这次前来厦门，何斌把这幅图呈现给了郑成功。那何斌劝郑成功，去打台湾，收复台湾。他当时跟郑成功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有发展空间的地方。占据了台湾以后，那么他整个视野就大。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军事会议上，他有清楚地讲说，台湾原本是我父亲经营的地方，那里沃野千里这个进可攻，退可守，那么可以这个安养家眷，可以深具教训。郑成功正式宣布挥师东征，赶走荷兰人。1661年4月23日午时，天色晴朗，郑成功亲率东征大军出师，400多艘舰船载着25000将士，从金门廖罗湾扬帆起航，顺风顺水，一昼夜到达澎湖。始料未及的险情出现在第3天，4月25日，船队再次起航，行至柑橘与洋面，海上风暴突然降临，逆风恶浪，船队只好掉头返回澎湖。澎湖避风的那几天，是郑成功极度难熬的日子。坦白讲，他真的是轻敌，所以带的粮草非常的少。因为当时根据河滨进线的这个收复台湾的这个计划嘛，他当时想说几天就能够登陆台湾了。那没想到在澎湖有遇风。
他必须在澎湖那边避一些的风浪，就没想到避了几天之后，就把这种东西都吃完了。刚一出兵就遭断粮，士气严重受挫。郑成功的护官杨英奉命紧急征粮，但跑遍澎湖36岛，所征之粮不足当大师一餐之用。郑成功陷入进退维谷的绝境。最让郑成功担忧的是，他怕错过与河兵精心计算好的登陆时机。当时进入台湾有南北2条水道，南线叫做大港，港道宽阔，适于大船航行。荷兰人的军事重点把持的都是在这个廊线。北线是鹿耳门，它是港窄水浅，那些大船是不能通过的。但是呢，天文大潮，比如说逢初1或者是15的时候，可以涨水高几米。郑成功选择了鹿耳门，但是如果错过了天文大潮，一切精心筹划都将落空。所以郑成功他一定要赶快航行，一定要在大潮的时候越过鹿耳门。1661年4月29日夜晚，风雨未息，郑成功下令强渡海峡。他全然不顾部下的苦苦劝阻，不惜冒全军覆没于汪洋的巨大风险。他已经豁出去了。漆黑的夜，风雨交加，黑水、恶浪，生死难卜。出发前，郑成功祈祷：兵坚可渡，天意有在。上天如果要把平定台湾的使命交付给我，那么今晚开船之后，自然风平浪静。他相信天父使命于他，他也必将得到上天的护佑。奇迹果真出现了，3更后，云收雨散，天气明朗，一帆风顺。而那天的鹿耳门，潮水骤涨数尺，郑成功大军在河兵的导航下，大小战舰衔尾而渡，顺利穿越鹿耳门，从禾寮港登陆，进入台湾。鹿耳门，一个荷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应该是不可能进来的一个方向呢，密密麻麻的几百艘的船从天而降。热兰遮城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长官奎一眼巴巴看着2万多敌军登陆，却干着急。鹿耳门那是他们强大的火炮无法触及到的距离。更让奎一一看傻眼的是，随即有几千名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荷兰对台湾30多年的统治，此时看出了人心向背。5月1日登陆的第2天，双方的军队在陆地和海上同时爆发了激战。荷兰算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海权国家。好，那他们的船只一般我们都把它通称为甲板船，就是它有好几层的那个甲板，然后呢，每层甲板都有装置非常多的火炮，哦，大者大概有100多门，小者大概50-60门。那当时郑成功他们的战船只有1层的那个甲板，船上的火炮了不起大概6-7门。哦，所以说在当时候荷兰跟郑成功他们的武力来看，其实相距是非常大的。所以要面对这么强而有力的全世界最顶级的海军，那只有拼命。1661年5月1日上午，热兰遮城外的台江内海，郑和双方爆发了第1场海战。郑成功的军队采用的是小船围攻加以火攻的这样一个方式，用小船载上这个干柴啊、硫磺啊、易燃物、爆炸物就往里面扔，然后说一点着了之后呢，那个船呢就加速，快到的时候人往外跳，然后船呢就直接撞那样子一个大船。
最大和最重的赫克托号发出巨响，他的弹药舱着火爆炸了，连同100多位荷兰将士沉没海底，其他3艘军舰慌忙落跑。台海出战，荷兰海军完败。双方的陆战发生在这块叫做北线尾的沙洲，与荷军尚未交手的是郑成功麾下大将漳州海城人陈泽。陈泽呢率领了一些的步兵，这些的兵它有一种的特质呢，就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器，我们把它叫做藤牌兵。靠近的时候，把那个盾牌一掀呢，那马上那个刀就伸过去砍过去啊，这真的是叫做排起刀落。奎一见识了这个场面，这些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奎一感叹道：“现在他们荷兰人才知道过去过于轻敌。如果说战斗前他们是英勇无畏，那么他们的勇气这时则完全为恐惧所替代。他们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可耻地遗弃了他们英勇的队长和同胞。上尉及其部下118人全部战死。”在5月1日这天的陆海大战打响之前，郑成功给奎一发去信件：然台湾者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之土地也，今于既来所，则地当归我。1661年5月3日，海战和陆战接连失败，荷兰人请求讲和。荷兰使节穿行过郑军长长的阵列，领略了令人恐怖的军威，来到郑成功帐前。郑成功命令荷兰人立即投降，他对荷兰使者言辞重申了他的立场。该岛一向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的时候，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住。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郑成功登陆的当天，首先切断了热兰遮城和普罗明遮城的通道。郑成功攻台战略的第一步是先把普罗明遮城拿下来。普罗明遮城又叫赤坎楼，今天的赤坎楼已不是荷据时期的模样，这些建筑是清朝之后重新修建的。城内的荷兰守军不到200人，他们在堡里拼命射击。这些红砖是当年的残基。荷兰火炮从郑成功登陆的那天下午开始，不到4天时间，就向郑军射光了全部炮弹，可以想见战事激烈。这个半圆形的石井是当年留下的，被称为红毛井。在城堡被包围、殊死战斗的荷兰士兵最需要水的时候，这口井却突然没水了。荷兰土地测量师菲利普梅当时在这座城堡里，他写道：城堡内垃圾成山，发出恶臭，许多人病了，水源被切断，这口唯一的井完全挤不到水了。士兵为饥饿和口渴发出抱怨，火药和枪弹即将用尽。普罗明遮城这些人已经完全不行了，没有水了，也没有食物了，连那个窗外面的那些铁片呢，全部都拿下来融化，剪一剪之后把它融化成子弹的弹丸了。1661年5月4日中午，在亲临前线的国姓爷即将发出攻城令的千钧一发之际，普罗明遮城头升起了白旗。郑成功仅用4天时间就攻克了这座荷兰堡垒，在台湾站稳了脚步。
赤坎楼换了主人，成了台湾明郑时期承天府的府衙。郑成功住了进去，他在这里住了将近9个月。郑成功先打下赤坎这个地方之后，他就在台湾设立了1府2县，形成这个明朝的这个行政体系。北部是天兴县，延伸至新竹一带；南部设万年县，直达最南端的恒春。行政中心在承天府，也就是台南赤坎。赤坎这个地方改成东都明京，东都明京就是说东方的首都，明朝的京城。就是说，它这个不是正式政权的首都，而是正式政权那是姚凤的永历藩地的首都。热兰遮城的所在地大园改名为安平。为什么叫安平？是因为他家乡的名字就是安平。当时郑成功他到台湾来，那当然他们讲内心是寂寞的，对家乡是有很多的渴望的，所以就把他故乡的名字呢就移植到这个地方来。改名为安平的时候，热兰遮城还在荷兰人手里。热兰遮城共3层，城砖坚硬，墙头上的几个冷堡设置了20多门大炮，守军1000余人。在风闻国姓爷要攻打台湾的日子里，荷兰台湾长官奎一做了最充分的战争准备，给这座城堡填满了粮草和弹药。他的城是当时候那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一个防御性的一个城。在城里面的这个荷兰军队，等于说是做这个困兽之斗。荷兰人对抗郑成功是还有信心的。我们从荷兰现在的文件看到荷兰人每天祈祷，每天赞美上帝，愿意为上帝跟公司来奉献，所以其实荷兰的士气是很高的。5月24日，被俘的荷兰传教士亨布鲁克被郑成功派往热兰遮城劝降，没想到亨布鲁克反而不惜一死，激励他的荷兰同胞战斗到底。长官奎一其实已经被公司总部撤职，在等待继任到来的日子里，倒霉的等来的却是郑成功的大军。他只能义不容辞地继续履行台湾长官的职责，以捍卫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尊严和荣誉。5月25日，奎一对郑成功作出答复，将持续保卫热兰遮城，并抵抗到最后一滴血。郑成功遇上了最强硬的对手，他恼怒了，以至于失去冷静，当即下令攻城。数以万计的血肉之躯向荷兰的强大炮火扑去。战斗从25日清晨持续了一整个上午，攻城的郑军将士血肉横飞，遭到重创。郑成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郑成功被迫改变战略，改速战速决为持久围困。他派心腹大将马信率5000军士，荷兰人围困在热兰遮城里，让荷兰人不能出来外面。其他的将近2万大军，他就派出去做什么？不是打仗，去屯田。1661年6月14日，郑成功发出屯垦令。郑成功他到台湾以后他大批军队2万多人的军队上去以后，这个粮食问题很严重。你要知道，他没带粮食是在半饥饿状态下面去收台湾。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一边在围困荷兰人的同时，军队就到散开来，让他们去垦种。他分兵屯田是以现在的台南市为中心。根据文献记载，南边有到恒春北边大概到了这个积水溪的流域甚至有一部分到了竹山
台湾中南部地区于是有了类似的地名，说柳营啊、下营啊、左营啊，那还有所谓的官田啊，那前卫啦、后卫那一些的名称的，都是当时候屯兵育农方式的这个产物。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子叫林凤营，林凤是郑成功清军虎卫阵中一个猛将，福建漳州东山县人。当年他奉命在这曾文溪北面屯兵垦荒，开辟出的这片田地，后来成为村落。开村始祖林凤的营盘，也自然成了这里的地名。跟随郑成功到台湾的有一批陕西兵，在他们垦拓的区域，今天的彰化县秀水乡，繁衍出一个陕西村。他们的统领名叫马信，忠勇善战，是郑成功最为信赖的将领之一。马信大概是个黑脸汉子，村里这座乌面将军庙就是纪念他的。垦拓的艰难大大超出郑成功的预想。即将收成的时节，雨水连绵。梅氏目睹了从南部撤回的一支屯垦军队，这支队伍只剩下大约1/3人。这些人大部分因染病或因饥饿都很衰弱，又因为再也得不到米，饥荒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士兵死亡的越来越多。护官杨英的从征实录中，一次次出现这个“粮”字，官兵乏粮，官兵乏粮，运粮船不至，运粮船犹不至。8月开始，官兵甚至只能吃野果充饥了，部队多有病末，已经到了兵心嗷嗷的程度。海峡对岸，清廷开始实行残酷的禁海迁界政策，郑成功的粮草补给线已被切断。台湾行乐图中，这个人物是郑成功。其实，郑成功在台湾的那些日子，何尝有一日之乐呢？为了稳固军心，他铁腕实施严刑峻法，惩处了一批虽有过失但罪不当死的将领老臣。对于清廷禁海迁界的绝杀手段，郑成功一声长叹，然后敕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以我东土开辟草来，以相助耕种。竟然有一批又一批的沿海难民闻风而至，这些人不仅带来了丰沛的劳力，也把大陆先进的农耕技术一同带来。他们毗邻而居，彼此照应，渐渐就有了许多新的村落出现。在早些郑成功来之前，当然这里已经有唐人、有这个华人到了这里来开发，可是基本上那个村庙都属于比较是草寮的形态。真正的开庄立庙，形成了台湾的屯垦社会，还是从郑成功到台湾之后。台南六甲乡的这个村庄，就是在郑成功时期开创出来的。这天是村民共同信奉的代天府王爷的生日，雨中的布袋戏是专门演给庙里的神明看的。我的祖先，都明末清初的时候，都登山移民过来，追随着郑成功渡台，过来台湾。定居在这个所在，据我们老一辈的人讲，是移民到这边垦殖。他们在那边本来就有供奉这个神明，他们移民到这边来的时候，就顺便将这个神明一道请过来这边，一个是当为这个信仰，一个是当为精神的寄托。为神灵的生日聚集联欢，这是开庄立庙后形成的习俗，几百年延续至今。
郑王金明登陆纪念碑。每年农历3月11，保生大帝诞辰的日子，台南学甲都要举行上白礁业祖祭典。现在每年的那个水甲除祭公的农历3月11号，就是在这边遥远祭拜大陆。学甲遥祭的是这座庙宇，这是供奉保生大帝的白礁慈济公祖庙。祖庙所在的福建龙海白礁村，当年有300多名青壮年跟随郑成功东征台湾，其中一人名叫李胜。李胜当时随着郑成功这个军队要来台湾，为了渡海这个平安，所以李胜这个家人呢，伫咱祖庙呢，就是咱迄个这个泉州这个东安县北大乡，请咱开启在地，请到咱台湾客家。后来学甲盖了此济公，以供奉李胜从祖庙请来的保生二大帝。我的老祖李胜，我的老祖，伊是伫1661年参与了郑成功。郑成功伊的粮草官伊的先锋部队粮草官来到客家的头前了。李胜追随的那位郑成功的粮草官叫陈一贵，他的身份很特殊，据说是郑成功的姑丈。开大师祖陈一贵，迄当时担任郑成功的运粮官。哇，迄个阮第一代祖妈郑氏细良是郑成功的亲姑姑，一共家眷13口。从那个金门经过澎湖到台湾，在这边建立家园，驻号一个名称叫做中州。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陈一贵和李胜的军队留在了台南学甲。拢伫这个客家这个所在，而且落地生根。阮即摆谈到即摆呢，即摆以我来讲，我是第10代，即摆已经有第14代。陈一贵的后人同样枝繁叶茂，以后的子孙就会往伫台南、高雄，甚至到台东、北部的叫做嘉义、台中、台北，阮这全省各地的子孙数万人。中州地区差不多2、3千人。台南学甲古老的宋江镇，跳跃腾挪，虎虎生威。他们或许是350多年前留在学甲中州的那些明郑军人的后裔，祖先勇猛的性格在这种阵列中得以彰显。从军队开发，然后到招引普通的平民到台湾去开发，到台湾去落户，它的客观效果就是引起了台湾土地开发，就是闽南人的进入台湾、过台湾，以后的所谓的这个大规模的唐山过台湾，是它一个前奏。在郑成功的大军饱受饥饿与疾病之苦的时候，荷兰的增援舰队却来到了台湾，热兰遮城得到了充分补给，城内的荷兰人欢呼雀跃，士气大振。郑成功再次面临危机，他必须把荷兰援军打跑，否则不堪设想。空着肚皮的郑军与荷兰军队再次交锋，这就是9月16日的台江内海海战。奎伊和热兰遮城内，所有的荷兰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见荷兰增援舰队的战船被打中了，着火了。而吃了败仗的那些荷兰援军，竟然就扔下热兰遮城，驾船逃离了台湾。而郑成功也不能再久等下去了，他开始部署对热兰遮城的总攻。就在这个时节，1661年农历10月初3，清廷以通海，也就是私通郑成功的罪名，将在北京的郑芝龙及其子孙家眷11人满门抄斩。郑成功是在来年正月才得知这个噩耗的，他顿足屁涌，望北而哭，终夜悲嚎，不能自语。在台湾的郑成功是全军全部人都穿上白色的缟束，然后帮他爸爸这样子送他一行。郑成功兑现了17年前与父亲决裂时的那个承诺，全军缟束。
这应该是台湾历史上第一场规模浩大的祭典。郑芝龙在他当年开基立业的台湾上，享受到他的不孝之子献给他的这份孝心和哀荣，九泉之下，不知会有怎样的酸楚与感慨。台南安平的这片墓地，当年叫乌特勒之高地，主有一个荷兰军事堡垒，称为乌特勒之堡。它居高临下，守卫着热兰遮城。根据一个投降的中士的建议，郑成功对热兰遮城的总攻将以这个乌特勒之堡为主攻目标，从厦门运到的30门重炮，由南北东3个方位摆下炮阵。围城9个月，决定台湾命运的热兰遮城攻防战打响了。1662年1月25日凌晨，郑成功下令开炮，30门大炮向乌特勒之堡和热兰遮城猛烈轰击，一天之内发出2500发炮弹，其中1700发左右打向乌特勒之堡，几乎将那里夷为平地。热兰遮城守军的士气被彻底击垮了。荷兰人终于明白，除了离开台湾，他们已经别无选择。1662年2月1日，郑和双方终于签订了缔和条约。合约的第1条是，双方都要忘记仇恨。郑成功他答应荷兰人，一个是允许他们把珍宝不惜之物带走，第二是让这些荷兰人敲锣打鼓吹着喇叭，很体面的从台湾撤走。在300多年前就有那种绅士风度，非常的 gentleman。郑成功在心目中主要是要来收回土地，地当归我，这是完成了这个郑成功的夙愿。这是台湾史上第一个形式完整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国际条约，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在国际上罕有的胜利表征。合约留下的这一个署名，标明郑成功是以明朝招讨大将军国姓的身份，从荷兰人手中收回了台湾。开辟金针逐河夷，10年始刻复先机。但仅仅4个月后，他却猝然离世，享年38岁。清康熙38年，西元1699年，他的灵柩经康熙皇帝下诏同意，由台南迁葬福建南安的郑氏祖坟。墓碑上仅有他祖父和祖母的名字，5世和7世是他的父亲郑芝龙及长子郑经，他的名字仅用6世孙替代。他不会想到，在他死后，竟渐渐成为台湾本土性的一个神明。郑成功可以讲是本地的一个特别的神明，他是台湾本地成神的。现在台湾大概有130几间拜郑成功的庙，在台湾本岛设置行政州县是从郑成功之后开始，而且所开辟的营盘村落，这个立庙设庄，也形成了台湾的屯垦社会。接续后来的这个清朝的统治，大批的移民随着这个移民路线呢，开发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人把它称为是开山王、开台圣王或开台尊王。民间、官方、台湾、大陆、欧洲、亚洲，数百年来，郑成功的形象被赋予多种多样的造型、色彩和意义。这大约又是他生前所无法想象的。而民族英雄这一称谓，代表了中国人对他的共识。当他在台湾留下自己这张标准画像时，他更不会想到，他是他那个时代唯一击败了在全球所向披靡的欧洲海上霸权势力，
扭转了远东海洋格局的中国人。荷兰人在远东最大的贸易链呢，被我们郑成功拦腰打断了。那以后他再不可能北上，不能在我们远东的海域控制海权。那么这个远东平静以后，那么才有我们的康乾盛世啊。一个人物能使那么大的面积，也可以说整个远东的局势发生变化，让它平静200年。他了不起就在这里，他被评价为17世纪国际的海上大英雄。1662年2月9日，奎伊率领2000名荷兰人离开热兰遮城，登上前往巴达维亚的船只。荷兰在台湾38年的统治结束了。登上甲板的菲利普梅远远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此后，郑成功都住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4个多月时光。1624年，荷兰占据台湾，郑成功诞生。1662年，荷兰被逐出台湾，郑成功逝世。莫非是一种天意吗？似乎他专为这座岛屿而降生，使命结束了，生命也随之而去。西元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突然去世。郑氏内部随即爆发了一场刀光剑影的夺位之争。郑成功的长子郑经和他叔叔郑袭兵戎相向，最终20岁的郑经获胜，成为台湾新一轮的统治者。这年，清王朝的年号改元为康熙。1年前，顺治皇帝突然驾崩。3皇子爱新觉罗玄烨继承了皇位，这个开创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帝王继位时年仅8岁。两方人物隔海博弈了20年，使得一个台湾海峡恶浪滔天。最终有人了断了这盘困局，完成了一统版图的大业。当年这个名叫垭口的乡村还叫做南浔，是福建晋江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片气派的施家大厝，那时也仅仅是几个乡间瓦屋。1621年，施琅出生在村里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民家庭。7岁读私塾，到了13岁，贫寒的家庭已经供不起他继续读书了。于是，一个仅仅粗通文墨的辍学少年，开始一边打工一边习武。所以哈，你的出身困难啊，比较做这个特工哦，10工最后检查验咯，偷你打死验咧买啊，早死啦，惊说有的啦，打死验冇人敢你爱啦。17岁，施琅加入被明朝招抚的郑芝龙队伍。9年间就从士兵升官到游击将军。清顺治3年11月，郑芝龙决定前往福州去跟清军谈判。为防万一，挑选了500名武艺高强的将士随行。这个施琅啊，就是在这500人里面。那么到了福州以后呢，这贝勒他就使用了计谋，把这个郑芝龙啊这个挟持了，而随从500将士呢都被强迫分配到这个清军的各个营房。
那么我们说施琅啊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第一次降清，也就是被迫降清。顺治6年，应郑成功的召唤，施琅转身投奔抗清的郑家军。尽管那还是一支非常弱小、屡战屡败的队伍。那时，郑成功25岁，施琅28岁，英雄是英雄，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郑成功委施琅以左先锋的要职，而施琅也确实相当卖力，为郑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心生嫌隙了，恶性循环，彼此伤害，最终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成为施郑矛盾爆发的导火线，这就是曾德事件。施琅手下有一个亲兵叫曾德，按照史籍的记载，他是犯法当死，犯了死，最后就逃到这个郑成功那边去。那么郑成功就把他这个安排作为自己的亲随，施琅这个他就吞不下这口气了，就派人去把曾德给抓回来，治他的罪，结果就把这个曾德给处死了。这就明显犯上了。郑成功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他下令将施琅以及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抓了起来。关押期间，施琅设计逃脱，这就把郑成功更为彻底激怒，积存已久的怨气终于大爆发。于是刀起头落，施琅的父亲与弟弟命丧黄泉。我们知道这个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那么施琅呢，为了报复仇，他也必须借助一股力量。因此呢，降清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这个悲剧令双方两败俱伤，施郑二人从此势不两立，成为死敌。郑成功一个大的失误啊，就失去了，是吧？这个不得了。10年过去，1661年，郑成功东征渡海，到了台湾。清廷随即建立福建水师，施琅由同安总兵，被升为第1任水师提督。康熙3年、康熙4年，施琅2度率领福建水师征台，全都受阻于风浪，无功而返。2次主封以后呢，这个清政府内部就群起反对用兵台湾了，认为用招抚的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清政府啊，就放弃了武力进取台湾这样的一种战略裁撤福建水师，把施琅调到北京去当内大臣。内大臣，就今天话来就是养起来。毫无疑问，清廷的招抚政策给了台湾的郑氏政权非常难得的喘息之机。1664年，清军攻占金门、厦门，郑经丢失了在大陆的根据地，可以说是相当狼狈地退到台湾。庆幸的是，他身边有个陈永华。陈永华当时候所面对的是，你要扶持一个这么年轻、少不更事的一个这个年轻人，只会把妹，只会写诗，然后看到一些唐诗宋词这样子的一个人。年轻的郑经也曾雄心勃勃，他能写出“复仇雪耻知何日，不斩楼兰誓不休”这样大气的诗句。郑成功非常的聪明的地方，就留一个陈永华在他的身边。陈永华是泉州府同安县人，15岁那年因国破家亡而投奔矢志抗清的郑成功。郑成功对他大为赏识，让儿子郑经拜陈永华为师。事实证明，郑成功是有眼光的。在金庸的《鹿鼎记》中，陈永华的身份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这当然属于小说家的虚构。
但陈永华在台湾绝对称得上这句评语：为人不视陈近南，变为英雄也枉然。陈永华一直被赞誉为他就是明正的诸葛，犹如当年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陈永华对郑氏两代也是鞠躬尽瘁。在陈永华的主导下，明郑时期的台湾有了10多年励精图治的岁月。郑成功时期的行政区划分进一步完善，改东都为东宁，改天兴、万年2县为州，在台湾南北及澎湖设立3个安抚司，依然沿用南明的永历纪年，货币是这种永历通宝。课耕种，通渔盐，安抚土蕃，贸易外国。台湾的这份蓝图是郑成功描画的，陈永华忠实地继承了下来，尤其是鼓励屯垦的政策更是大获成效，所以使得这个良田大量的增加。河南的时候啊，耕地面积大概有8403甲啊，可是到了1684年的时候，它增加到18453甲，所以这个土地的一个大量增加，当然造成它经济的一个发展，而且土地的增加也使得人口增加。河南的时候，汉人大概25000人啊。到1680年明郑末期，20年间，台湾汉人移民增加到大约20万，从此形成了台湾以汉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大约在1649年，一艘从金门开往泉州的船只被飓风吹到了噶玛兰、宜兰。一位被后人称为台湾文献之祖的人，就这样九死一生地飘零到台湾。他叫沈光文，浙江鄞县人，是一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明末遗臣。沈光文从噶玛兰艰险跋涉来到台南，台南善化成为沈光文最终落脚的地方。当时这一带名叫木加溜湾社。沈光文老师他来这里以后呢，他就教这些平埔族人学汉字、识字，读书，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因为沈光文的到来，这里成了台湾最早传播汉文化的地区。而且呢，因为他也懂得中医，这些平埔族的那个百姓呢，生病了就他帮他们医病，而且呢，还教他们播种，种这个农作物呢来生活，所以他们对沈光文老师呢，无形当中就是非常的尊敬。善化这座庆安宫是当地民众追怀沈光文的庙宇，供奉着沈光文的神像。沈光文寓台近40年，写下不少诗文，这是在台湾产生的第一批汉文著述。因此，清代台湾首任诸罗县令纪其光评价说：“台湾有文，自光文始。”那时有着800多位不愿降清的明朝遗臣、文人士大夫，先后随郑成功父子渡海到了台湾，其中不乏像卢若腾、王忠孝、徐福远之类的素儒名士。这些人满腹锦绣文章，却不幸遭逢动荡之秋。他们为大明王朝消亡而涕泪滂沱，却也催生了泉涌的才思，有的写书，有的结社吟诗，由此掀开了台湾文化教育史的第一页篇章。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陈永华所创建的一座孔庙。1665年，郑经撤往台湾的第2个年头，台湾新开垦的土地获得了第一次好收成。陈永华不失时机地对郑经说了一番话。陈永华跟他说：“现在开辟有成应该筑建圣庙，开科取士，培育人才，未来才有机会跟清朝相抗衡。”郑经就听从这个陈永华的建议，所以在永历19年的时候设立这个孔庙，也开始开科取士。这是台湾的第一座孔庙，
也是台湾的第一座官办学校。陈永华亲任主持人，儒学教育开始在台湾内落地生根，这是中华文化移入台湾的标志。清顺治10年，清朝对郑氏进行了一次招抚。从这年在郑成功老家安平的报恩寺第一次议和开始，长达30年间，双方有过不下10次的和谈。他们在谈判过程当中要达成共识是很难的，这样敌对两个阵营，这样他们最大的分歧在什么地方？最大的分歧从表面上看就是剃不剃头发。清兵入关以后，对汉人都要求他们都要剃发，剃了头那就表示你认同我，不剃头就砍头，叫做留发不留头啊。郑成功、郑经是坚持不剃头发的，他们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援朝鲜力”。很多人对这样一个问题产生了误解，以为援朝鲜力就是说要像朝鲜那样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其实不是这样的。援朝鲜力就说还是汉人衣冠，不剃发。其实说谈判只是就斗争的另外一种手段而已，所以最大的分歧就是剃不剃头发。实际上归根结底就是政治认同问题，所以谈判破裂了。顺治18年8月，清廷实行禁海迁界，沿海30里迁界，坚壁清野，就是不让老百姓跟郑成功接触，然后就断绝他的供应，把他困死掉。北起山东，南到广东，5个省富饶的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在今天的闽南地区，陆续发现了几块这样的石碑。它打凿粗糙，毫不起眼，但当年它曾那么令人心惊肉跳，密密麻麻地遍布在沿海5省千万里道路田园上。一块这样的石碑意味着一个村庄的湮灭，一群难民的流亡。划界的地方挖这个界沟，而且历代强，科西5号。现在的永和那边有一块石头，上面就写着“奉旨边界”4个字，那就是当时留下的东西。所以如果越过这个界墙的话，可以把它杀掉。沿海的这些土地本来都是比较肥沃的，这些人抛弃土地、抛弃家园，背井离乡，处境非常的凄惨。而且又实行禁海，不能到海上去贸易，不能到海上去捕捞。而且沿海这个为了防止这个郑经的进攻骚扰，还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要吃饭要有一些事要老百姓为他们付劳役等等所以这个就极大的加重了沿海百姓的负担。你想想，这个整个东南沿海几省的老百姓当时有多痛苦。康熙12年，三藩之乱爆发，台湾的郑经趁机反攻大陆，打回了福建。当时整个东南沿海狼烟迭起可以说是百姓涂炭，一共有6年之久这个郑经才被逐出东南沿海。这个清军这个在平定三藩和这个郑军作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应该说是花了非常大的力气，也遭受不小的损失。直到康熙20年，三藩之乱才基本被平定。此时，27岁的康熙帝羽毛已丰，他抬眼难望，最令他头疼的也只剩下一海之隔的台湾了。台
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东南海疆就一日不得安宁。现在他不想再拖延了。他20年的老对手郑经已经衰老下去，反攻大陆遭到惨败，给了郑经致命打击。自此，他斗志尽失，萎靡不振。在纵情酒色的日子里，浑浑噩噩地度过1年多之后，于1681年3月17日病死在这座建筑里，时年39岁。郑经死前1年，他曾经倚重的陈永华已经先他而去。陈永华走得同样十分抑郁，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归隐到他的开垦之地赤山堡的这片湖水边，逐室隐居，种莲自娱。死前某日，他斋木祷告，继而长叹：“郑氏之作不容矣。”一切都在印证着陈永华的预言。6年在大陆作战，已将台湾10几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家当几乎掏空。为了填补财政亏空而强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风调雨顺的好光景被连续3年的水灾、旱灾所取代。米价腾贵，饿死了许多人。雪上加霜的是，在人口最密集的赤坎和安平连续发生大火，而这一切都不如当权者的内斗来得凶险。金庸小说《鹿鼎记》中那位一剑无血逢稀饭，确有其人，但他并非以剑术，而是以权术令人生畏。在郑经死后仅仅几个时辰，他就逼死了郑经指定的接班人郑克臧，郑经长子，而把自己12岁的小女婿郑克爽，郑经的次子，扶上王位，而他本人则大权独揽，成为真正的王。郑氏集团已经摇摇欲坠，主幼国虚，内乱闭蒙，内外交困，无不力溃。消息被福建总督姚启圣禀告朝廷，姚启圣奏请康熙抓住时机，立即出兵。奏章上大声疾呼：“时乎时乎，不可失也！”康熙当即下旨，宜趁机规定澎湖、台湾务其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但是康熙想不到，他所看好的征台统帅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打退堂鼓。万正色，泉州人，曾是康熙最为倚重的水师将领。在福建沿海地区与郑经部队交战中，万正色的表现可圈可点。但如今要跨海作战，万提督产生了畏惧感。万正色丧失反对进攻台湾，认为这个郑将刘国先智勇不可挡，谁都打不过他，所以这个康熙帝对他很恼火。寻找新的水师提督人选已是刻不容缓。从康熙7年（西元1668年）卸任福建水师提督，前往北京充当内大臣。施琅已在京赋闲13年，挂甲的老将成日只能以书为伴。一介武夫开始翻阅21史，从中自然多有受益。儿孙满堂，但要靠夫人变卖首饰、做女工来补贴生计的程度，满院清疾。偶然有客人来，他就会激动起来，把自己手绘的台湾地图摆出来，滔滔不绝地说台湾要怎么打的战略问题。13年间，他一刻也没把那个岛和岛上的政事遗忘，尤其是三藩之乱爆发之后。三藩之乱爆发以后福建他的家乡都遭受了这个战火的劫难。那么施琅一谈到这些事都泪水纵横泪水纵横，所以他非常急切的希望能够被重新启用。施琅不知道，福建总督姚启圣一直在关注他。福建总督姚启圣因为他在这边任职他很了解这个福建的军民对施琅的这个
印象，所以他一再保举施琅。姚启圣的保举可谓不遗余力，他甚至表示愿以全家100余口生命为施琅做担保。促使施琅出山的最后一把推力，来自内阁学士李光地。这是一个深得康熙器重的人物。另外，他是福建泉州安溪人，与施琅算得上老乡。康熙19年7月，因三藩之乱被困于福建的李光地返回了京城，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那个时候恰恰好是清政府开始考虑要对台湾采取武力解决的时候，这个施琅就经常去找他毛遂自荐。那本来李光地对施琅印象是不好的，认为这个人很狂妄。可是呢，经过几次跟施琅的交谈以后他发现施琅可是真有本事，所以他在心中就有数了。康熙20年7月，李光地入朝，向康熙郑重推荐施琅。他举出4点很充分的理由，其中之一是正式的官兵们，对我们现在清朝方面，他所畏惧的人就施琅一人。你如果任用施琅为将，那就先声夺人。康熙20年8月，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60岁的老将终于重披战袍，再度出山。重新组建的福建水师离他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时不我待，他必须尽快打造出一支能够跨海征战的精锐水师。他必须物色到一批能够冲锋破浪、勇敢克敌的将领。一片士气高涨的备战气氛中，谁也想不到前线最高指挥部却产生了矛盾，而矛盾双方竟是施琅和姚启圣。起因是施琅到厦门没几天，就向朝廷上奏，伸手要权，单独指挥作战的专政大权。将相失和，在无休止的论争中，出兵日期一再拖延。康熙21年10月，康熙帝最终下了决心，施琅根据时机独自往征，极为合宜。姚启圣等协助施琅催运粮饷，施琅如愿以偿，获得了专征大权。康熙22年6月14日，同山宫前湾，清晨，南风轻吹，海面无波。63岁的施琅率2万多名将士、300余艘战船从这里出发，驶向澎湖。澎湖望安岛当年叫做八兆岛，施琅水师这回真的很顺利，一路南风相送，出发的隔天下午就到达这座岛屿。施琅呢，他的舰队首先呢来到了望安的水岸，发现刘国轩并没有把这个军力呢驻扎在那里。刘国轩就是被万正色认为智勇不可挡的那位正军统帅。他是闽西长汀人，25岁投入郑成功帐下，出生入死，多谋善战。施琅在对岸秣马厉兵时，他也没有闲着，筑炮城、设炮台，海岸线建矮墙，配置火枪阵。台湾19镇水师精锐倾巢而出，驻防澎湖，重兵密布，保卫刘国轩的大本营娘妈宫，也就是今天的马公。刘国轩建起的澎湖陆海防御体系可说是星罗棋布，但刘国轩犯了个致命的错误，
他的部将邱辉向他建议，趁施琅刚到澎湖立足未稳的时候主动出击。刘国轩拒绝了，错失良机。刘国轩他的失误就在于对于风信的估计，他认为这个6月份这个在澎湖是经常刮台风，都不必我们去打，早晚会起台风，把这个施琅这个州属都把它覆没掉。他把希望寄托于天。6月16日到达澎湖的第2天，施琅便发动进攻，澎湖出战打响。海战持续了半天，双方打得旗鼓相当，郑军伤亡稍大，但清军略显被动。施琅水师的先锋兰里腹部中弹，肚肠流了出来，他让弟弟把肠子塞了回去，挺身继续指挥作战。兰里因此有了个破肚将军的称呼。6月22日，清军发起总攻，决战开始。施琅水师的200多艘战船分为左、中、右3股，左右路佯攻策应，声东击西。中路施琅亲自指挥攻打刘国轩的统帅部马公。刘国轩期盼的台风最终没有到来，老天爷帮了施琅大忙。但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人。施琅舰队汇聚了一批最优秀的水师将领，如吴英、林贤、朱天贵、兰里。施琅还把自己20多个亲人分配在各条战船上，去跟其他将士冲锋陷阵，同生共死，其中包括他的4个儿子。最小的施世票年仅16岁，显然这非常激励士气。而施琅在7天前的出战时被射伤了右眼，他是睁着一只左眼站在指挥台上的。决定台湾命运的澎湖大海战，最终由一个独眼将军决定胜负。这天的交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这是台湾海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施琅水师用阵亡300多将士的代价，歼敌12000多人，6000多人投降。可说是战果辉煌。郑军主帅刘国轩逃回台湾，经过澎湖一战，台湾这个最强硬的主战派变成了最坚定的主和派。澎湖马公镇这座其貌不扬的小祠叫做施公祠，它是今天的台澎地区唯一专门祭祀施琅的祠堂。当地有一种说法，因为施琅当年善待郑军俘虏，不忘开杀戒，所以建生祠以报其恩德。打下澎湖以后，当时的福建总督姚启成就催促施琅要赶快乘胜前进，不让台湾本岛的郑军苟延残喘。那施琅他不是这样，不是说马上出兵去打台湾，而是驻兵澎湖，派人到台湾本岛去招呼正式政权。澎湖一战，民政军队可以说精锐尽失，但是台湾本岛的郑军还有4万之众，2倍于清军。如果拼死固守，又将燃起一场血流成河的战火。此外，一些将领则试图撤退到吕宋岛、菲律宾，以保全实力。就在这个关头，施琅提出了约法3章。约法3章就是说台湾黎庶跟他一样都是骨肉同兄弟父母之情，所以他不会杀他们。第二个就是说，正式这些将领士兵事实上是各为其主了，只要他们能够忠心的效忠清廷，盖碗不就，甚至于呢有功的还给他封官世爵第三个呢，正式父子这些世姓后代他不杀一人。当然，这样的条件提出来，是让这个郑克爽是很心动的。当他的岳父洪世蕃跟武平侯刘过先在是否接受招抚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没有稀里糊涂他非常明确的表态，支持了刘国先的意见。一个14岁的孩子做出这样的选择，应该说看得非常准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
7月20日，郑克爽让刘国轩下令剃发降清。然而，这个叫朱树贵的人却不愿投降。他是明朝的皇族后裔，封号为宁靖王。1664年，郑经从大陆退守到台湾时，特地将他从闽南迎请到台湾，作为明正台湾的正统象征。澎湖战败，郑克爽决意降清的消息接连传来。朱树贵将他的5个妃子召到身边，让他们各自去寻求生路。不料，在一场撕心裂肺的悲泣之后，他们全都选择了亡生俱生，亡死俱死。于是5个女人将自己悬吊上，化冻雕梁，香消玉殒。第2天，5具棺木在城南葵豆山潦草下葬，一丘黄土，于是具有了凄美的诗意。随后，66岁的朱树贵穿戴上龙袍玉带，在他的王座上方自缢而亡。这天是西元1683年农历7月11日，大明王朝的最后一缕香火熄灭在台湾这里。台南市大天后宫曾是郑经为朱树贵建造的宁靖王府。朱树贵留下遗嘱，将这座府邸赠奉为天妃神祠，用以重祀妈祖。但吊诡的是，最终实现他的遗愿，使得台南有了这座大天后宫的人物，却恰巧是朱树贵最怕见到的清军统帅施琅。这场战争与妈祖产生了诸多神奇的关联。妈祖本是北宋时福建莆田梅州人，名叫林默娘。据说她少儿能知人祸福，屡显神异以济世人。27岁时，在眉峰山升天而去。在那之后，航行于海上的船只每遇到风涛险阻，她就在云层间翩然现身，救险渡劫。林默娘于是被神格化为海神妈祖。梅州妈祖祖庙有这么一幅壁画，画的是一段著名的妈祖圣迹景泉祭诗。这里是故事的发生地莆田平海澳。康熙21年，施琅和尤其胜随张文大军到平海，开始为期半年的水师训练。但遇到严峻的问题，这里久旱无雨，大军面临没水的状况。好不容易找到一口井，却又是淤泥填塞，井水枯竭。施琅只得向妈祖祈祷。奇迹出现了。第2天，水呢是源源不断的流出来，解除了三文大军的饮水问题。施琅因此写下了一篇《施泉景记》，记录下这件神奇的事。这事今天听起来像是神话，但当年施琅以亲历者的身份，言辞做作地向康熙皇帝做了汇报。在请求加封妈祖的奏折中，施琅还说，大军在澎湖八兆岛、湖景屿也发生了天妃赐甘泉的神迹，甚至在澎湖大战的时刻，妈祖也显身前来助战。将士们都说，恍如看见天妃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他很感念这个妈祖到台湾以后，把宁靖王府改为这个大天后宫，变成一个官式的一个庙宇。妈祖会由天妃封为天后就跟这个战争有关系。康熙23年8月，因施琅加封妈祖的奏章，康熙皇帝颁诏对妈祖进行春秋2祭，并派官前往梅州义庙致祭。梅州祖庙沿袭了古代对妈祖的皇家祭祀典礼。妈祖由天妃升格为中国女性最高品阶的天后。一说
因为康熙22年施琅指挥的这场战役。另一说是乾隆2年，2位台湾守将海上遇险，得妈祖神助，而被乾隆皇帝加封。无论哪一说，都是缘由台湾。湄洲祖庙的香火有多少分香到了台湾呢？在今天全世界5000多座妈祖庙中，台湾就占有1/10，500多座。台湾成为妈祖崇拜最盛、信众最多的地方。如今，由信众们给了天后妈祖一个新的封号——海峡和平女神。康熙22年8月15日，施琅率师登陆台南，由刘国轩、冯锡范等明正文武百官一路迎奉着。步入这座建筑，郑克爽在此恭候着他。受降仪式在曾经的宁靖王府举行，郑克爽向施琅交出了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颗印章，象征明正最高权力的明朝招讨大将军印信。由南明隆武帝授予的这个封号，正式沿袭了3代，从郑成功到郑经，再到郑克爽，台湾22年的明正时期宣告结束。巧合的是，也就在这天，康熙帝接到施琅的奏章，得知台湾决定纳降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8月中秋节呀，从海外传来佳音。所以康熙当时他心情是很高兴。8月27日，康熙传旨施琅，只要正式部将纳土归来，则既往不咎，并且从优任用，妥善安置。8月22日入台第7天，施琅跨进这座建筑，这是郑成功的家庙。尽管台湾已经纳降，但施郑之间的个人恩怨还没有一个了结。当年的杀父之仇，施琅怎会忘记？如今他作为掌握了生杀大权的胜利者，走进这里，会做出如何举动呢？台湾人在看着他。出人预料的是，施琅是来哭庙的。他说：“我跟延平王本来就是君臣，就像兄弟一样哈。因为有小利酿成大患所以我今天是奉公来讨伐，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理由。不过事已至此哈，大丈夫不过如此而已。所以他这个已经完了心愿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做了，公义施恩就可以交代，所以拜完以后自己老泪还流了下来。这个是他的政治上的举措。”他的哭庙的行动，他的这个维持治安的行动，都是为了安定台湾社会。所以他在台湾只有2个月，后来他留守总兵吴英6个月。台湾那8个月，可以讲事不议事，民不知兵百姓并不觉得这个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康熙22年，西元1683年的那场战争经历，很简约地写在了这块碑上。他这边那个碑上面有写到说纳款而后，台人及吴人有犯民间一丝一毫者，法无赦。所以除了澎湖一战之外，入台之后，这个施琅，包括他的后来留守台湾的吴英，都没有杀半个在台湾的军民。当然，对台湾的这个社会产生了安定的作用，所以后来延续了清朝在台湾统治了212年。这块平台纪略碑，碑文由施琅所写，他很有深意的立在明正向清朝纳降的地点——台南大天后宫内。
纳降之后，郑氏的文武各官及郑军将士4万多人陆续被迁回大陆。郑克爽被送往北京，受封为汉军公，爵位很高，但有闲无职，37岁过世。冯锡范封伯爵，刘国轩被任命为天津总兵，65岁时卒于任上。施琅在台湾待了2个多月，于11月间班师回到厦门，几乎是征程未洗就赶往福州。朝廷要员和福建封疆大吏在那里开会，讨论台湾的气流问题。当时这个理会的这些封疆大吏们，对于台湾的气流问题没有定见，怕这个留下来呢没有好处，把它放弃呢又怕有什么后患，举棋不定。施琅在会上把自己的意见讲了，但是他怕讲得不透，所以后来又写了那一篇著名的《攻城台湾气流书》，就全面地阐述了要把台湾纳入清朝版图的这个理由。施琅呢，当时力排众议，他提出的理由，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呢，它有占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个台湾的气流关系到东南沿海几省的安全问题。如果你不在那里建立行政机构，其他外国或者敌对的势力占据台湾，它就威胁到大陆，特别威胁到福建跟浙江。你东南沿海，你这个中国的海疆就没有安宁之日。第二方面的理由呢，就是他也了解台湾，所以他说台湾不是你们有些人所想象的是蛮荒之地，完全可以开放。台湾土地肥沃南北数千里这么一个广阔的一个岛屿，你放弃未免可惜。施琅呢，这个奏稿呢，对于这个台湾的命运应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康熙帝那个表态就不一样了。台湾去其守关甚大，就是说要不要把它收进来，那这个关系可大了。终于促使这个康熙帝这个下决心把台湾纳入版图。对于这场8个月的台湾气流大讨论，还有另一种解读。康熙皇帝不可能不要的嘛，你假如不要台湾，你白打了这一场战争嘛，是不是？哪一个皇帝会放着这么大的荣耀不要了？是不是？他叫臣下去讨论，说气流之意，我告诉各位，是他的幌子，他是要彰显台湾的重要性，要彰显台湾战争的荣耀，让臣下你去争吧，你去讲吧，讲到最后，伟大的康熙皇帝，这是结论嘛？清康熙23年4月14日，康熙皇帝发布谕旨，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设立1府3县，即台湾府与台湾县（今天的台南）、凤山县（今天的高雄）、诸罗县（今天的嘉义），隶属于福建省。当硝烟散去，海也就开了。康熙23年，朝廷解除了禁海迁界令，流落他乡的百姓终于得以重返家园。在遵旨协助施琅东征的姚启圣已经开始筹划流民返乡的工作。对这位恪尽职守的福建总督，乡土文献留下了不少称颂和感念的记载。11月间，施琅从台湾凯旋荣归，姚启圣却因背部旧疾复发，在福州黯然病故，终年60岁。施琅被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他的家乡也由靖海迁界时的界外荒区、荒烟野草，开始重新有了人烟，有了人气。废墟上重新建起了家族的祠堂，以及这座靖海侯府。因为气派有如衙门，所以村庄的名字
也就由原来的南浔改为垭口。如今这里成了施琅纪念馆，后人为这里题写了一副对联：赴台千古，平台千古，正是一人，施是一人。300多年过后，施政两人间的恩恩怨怨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能够记住的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为了东南海面上的那座岛屿，这2个男人都曾经赴汤蹈火。我们很多的开机族大概就坐这个船从唐山过来的吧。厦门到台湾交界的地方叫黑水沟，据说有60-70里这样一个范围。这个地方呢，海水是黑的，如果风浪大的时候，那就完了。所以很多船呢都在黑水沟那个地方出事，所以黑水沟一听的黑水沟是很害怕的。台湾因此就有了几句家喻户晓的俗语：长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过了台湾海峡，过了那个黑水沟，整个心都纠结在一起的。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6死3留1回头。6死3老1回头，3灾6梦1回头嘛，就是讲唐山渡海的故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存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大概只有3成而已那6个人大概有时候会在黑水沟翻船或者是上路以后碰到所谓的风土病而死掉嘛那1个人就回唐山不敢再来了。这是海峡两岸共有的一个古老民俗，叫做送王船。它源自于早年沿海居民的心愿。驱邪避灾，顺遂平安。透早起来，天台拢康熙23年，这个解决了台湾问题，台湾就设了一个府，3个县。那么府上面呢，还有一个道来管它，叫做台下兵备道，把台湾跟厦门放在一起，来管。那这个台湾厦门兵备道是前后存在43年。台湾跟厦门之间所有的，包括政治、经济、人事方方面面的，都是从他管。当时的台下兵备道衙门，在台湾与厦门各有一个，行政长官到引，半年驻台，半年驻厦。不论是大陆要到台湾，或者台湾要回大陆，所有的船只一定要经过台下兵备道批准。当时赴台必须先有原籍地照单，再经过台下兵备道核查批准，才算是拿到了路条，也就是通行证。再由厦门出港，由台南安平鹿耳门上岸，这是官方唯一许可的路线，称为正口。但是绝大多数来台湾的人没有通行证，也不走正口，而是选择了偷渡。正口、鹿耳门之外的海口，都是偷渡客的登岸之地，防不胜防。刚收归清朝版图的台湾，人民稀少，地利有余，又值雨水充足，连年大有，故民广沿海各郡之民，无产业家士者，俱冒险而来，以致人民聚集愈众。当然，在去台湾过程当中，有些人就是参差不齐，
所谓的奸鬼之徒啊，什么也有。那这样的话，后面一些地方当局就是有一些担心，说怕以后对这个地方长治久安不利，就说后面就是逐步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政策。终于在康熙57年前后，清政府颁布了严禁无证偷渡的渡台禁令，对赴台进行严厉管控。但是禁者自禁，渡者自渡，偷渡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活跃的地下产业链。其中最重要一种叫客头，客头就是带领偷渡客去台湾的这种人，他底下的有人叫做招引之人，去招引人家来。那么客头他自己不能没有船，他还要找到船户，那么管船的。那么在到这个坐船之前，那都是秘密的，所以还有一种窝藏这些人。从厦门环岛路东望5公里外的这座小岛是小金门，当年叫做烈屿，是偷渡船的一大停泊地。雍正8年8月12号，一条偷渡船从烈屿开出来，接上窝藏在附近的大淡、帽子口等小岛上的120多名偷渡客，开向台湾。没想到3天后，在广东碣石海面被抓获。这100多名男女偷渡客分别来自福建的同安、诏安和龙溪。客头名叫王彩，船户名叫陈荣，招引之人是算命的黄谦和卜卦的黄喜。偷渡客每人需缴纳水饺银2到3两不等，足够一个人大半年的口粮钱。而这条偷渡船从烈屿开到澎湖口，遇风失去桅舵，在海上漂流了2天2夜，一直漂到数百海里外的广东碣石海面，才被巡哨的军官捕获。这个不大不小的偷渡案，由碣石总兵苏明良奏报雍正皇帝。雍正皇帝恼火，却也无奈地御笔朱批：严禁之欲不斥再三，犹有如此，偷渡者是何理也？这批偷渡者肯定要有大苦头吃，但海上惊魂却大难不死，他们算是相当幸运的。有那个很坏的那种船老大，他把你送到快到台湾的海岸的时候，叫你下去，然后船赶快开走，因为他被抓到的话，那很危险啊，所以叫你下去。那么沙滩到那个陆地上还有一段路，如果涨潮了，如果那个地方是很泥泞不堪，很多人就死在这个地方。有一首渡台悲歌，唱尽了航渡台湾的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准切莫過台灣，台灣合適歸門間，前間人事無人轉，地生地死都很難。但是呢，老百姓为了求生，不得不偷渡。因为贫穷，他才逃到台湾来，主要是肚子吃不饱才到台湾来。如果今天在家乡能过得好，凭良心讲，没有人愿意漂洋过海。这幅油画重现了渡海先民与惊涛骇浪生死搏斗的情景，这是台湾海峡世纪大移民的一幅缩影。海边的这个乡村是福建晋江东石，闽台两地有400多个同名村镇，东石就是其中一个。晋江东石有一种数宫灯的民俗，正月15元宵节，在头年结婚的东石子弟，夫妻2人会提着一对宫灯走街串巷，然后把灯笼挂在东石的嘉应庙。这座祭祀南宋英烈9龙3公的神庙，成为东石人期盼人丁兴旺、家族繁茂的场所。事实上，300多年间，从这个乡村开枝散叶到台湾的东石后裔已经将近10万人。台湾嘉义也有个东石，两边的东石同祖同宗。嘉义布袋港是晋江东石人渡台最早的港口之一，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座座嘉应庙，侍奉着与晋江东石嘉应庙同样的9龙3公。神庙相似，
家庙也相同。这边一座朱泽蔡氏祠堂，那边也有一座；这边一座玉井蔡氏祠堂，那边也一样。而两边的西峡蔡氏祠堂，同在1995年底修建完工，落成祭祖的时间也不约而同，定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两岸东石蔡氏族人一致认为，这是老祖先冥冥中做出的安排。带过来要带祖先吼，行来咱金门台啊，要拍平咱的祖龛，每个族谱，啊你也同意，啊你就甲因背。经过祖先同意后，侍奉于祠堂的族谱箱才能开启。世代相藏的老族谱被郑重请出。这个是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先过来就拿过来了，从大陆过来，大陆过来就已经奉祀在这边了。清道光年间修撰的一部《西峡蔡氏族谱》，记载了100多位原移居台湾的蔡氏先人名字。最早的是这个，记载的是这个，估计是明朝的，是台湾的族谱。啊，这个用细脚去台湾，伊的子孙也是隆重徛伫台湾，这个子孙真多伫台湾。这个清初迁界了后，金海岭一下开，咱这个历史可能是有10外个去台湾探食咯。这个客去讲出的这个第2天，这个冲我去台湾咯。去到台湾，才装伫台湾淡水大平顶。伫阮族谱咧是详细记载，去台湾咧。阮到第14届，伫哪来哪做咯？那现在中文乡里统计起来就是100外人去台湾咧。阮这个族从13世伫清朝的康熙年间，就有人迁移到台湾。从阮族谱的记载，共有730个外人迁移到台湾。12岁迁过来，以前就跟门来啦，咱就遮做山啦、海啦，种土豆汉族安尼尔高粱啦，辛苦了对唔辛苦。眼前啊，我们周边这一带啊，大概300-400甲的土地啊，都是百里陈家他们的产业。那他们有钱之后呢，就开始教育子弟。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登营书院。那么登营书院旁边呢，是他们练习武科考试的子弟的跑马场跟练武场一个家族能够提供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来让子弟来读书求上进那可见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的经济能力有多大。齐为兄弟4人都皆赴驻台，树端兄弟7人都住在台湾。朝奉考中武举人依然前往台湾，远妾远婚等多人娶了台湾女子为妻，夫妻双双葬在台湾的也不在少数。远儿、远逆兄弟很不幸同日在台湾过世。两岸族谱留下了许许多多先人来到台湾的记录。这里是台南鹿桃洋的江家古厝，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大型单姓宗亲聚落。他开创基业的祖先名叫江如南。我的祖先呢，是伫这个
清康熙的时阵呢，从大陆福建的漳州移民过来。按江家族谱记载，江如南原本是一个有法术的民间道士，但他有不良嗜好。咱的如南公，伊是伫大陆哦，伊就少年时阵就爱跋筊，好赌博，败光家产，积欠了赌债的江如南，为了逃债，不得已只好来到台湾。来台湾哦，顶多时阵拄好这个咱的阿母王水鬼哦，伊咧造反，所以伊会晓天文地理，所以水鬼甲做军师哦。结果呢，水鬼失败了，他就沿着詹门溪走来这个所在。来到这个所在呢，一看这个地理真好，所以伫遮呢，总要伫遮定居下来。半生浪荡、不务正业的江如南，终于找到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此开始改变。先祖呢来到这边呢，都是以务农为生。锄头底下有黄金，江家一代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农耕垦种。擅长风水地理的江如南为子孙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他留下遗训，交代子孙永远不能迁徙。江家后人依祖训，一代代就在这里聚族而居，人口日繁，房子也就越建越多，大约136座建筑，以闽南三合院的扩大格局，形成一个单姓家族的大聚落。从开台祖先江如南算起，江家在台湾已经传到第12代，数千人。江家聚落以这座宗祠为中心，第一境是拜亭，第二境公厅，第三境是神明厅，最里面的第4境是祖宗祠堂。我的祖先对大陆来的时伊有炸2项物件来，一项是一个象杯，一项是一个伊的，这个东方宫的香火。这个香火呢，伊到目前200多年呢，也阁保持伫遮。因为这个象杯因为年代较久，已经歹去啊。这个香火呢，目前也阁这个夹伫阮的东方宫这个身躯顶安尼。这甲请这个东方宫啊，这个神像甲请落来带着祖先香火，再请上家乡的神明一同上路，以求庇佑。一尊尊神明于是跟着渡海的人们到了台湾，各种原乡信仰也就移植到了台湾，形成今天台湾庙宇林立的风景。大致而言，漳州人信仰开漳圣王陈元光，泉州人信仰观音菩萨或清水祖师，同安、厦门移民信仰保生大帝，闽西客家人信仰定光古佛，粤东客家人则信仰三山国王，而渡海先民的普遍信仰是海神妈祖。一尊尊神明，一座座庙宇，是维系移民与故乡的精神纽带，也形成了以寺庙为信仰中心的移民社会圈。从台湾的寺庙可以解读出不同族群的互动和分布状况。台湾有3大族群嘛，第一个族群就是泉州人，第二个族群就是漳州人，第三个族群是闽西、粤东客家人。所以大陆不讲广东了，因为是我们祖先的祖籍地嘛。东移台湾的客家人来自广东潮州府、惠州府、嘉应州以及福建汀州府所属各县。粤东和闽西是客家人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这是一个从晋唐以来便开始从中原不断向南迁徙的汉族民系。有句话说，离开了迁徙，就不会有客家这个称谓。客家人在迁徙中繁衍后代，在迁徙中壮大。客家人来台或沿着闽粤古道100-200里，翻山涉水到厦门，从正口渡海，这一路相当辛苦。因此，更多的人则是借地利之便，就近从潮汕地区的沿海港口，例如饶平的拓陵港以及汕头的南澳岛，乘船直达台湾。但这属于偷渡，很冒险，却便捷很多。渡台禁令对客家人来说形同废纸，
他们从康熙中后期就早早到了台湾，在台湾从南到北的山地丘陵地带，辟山垦田，勤耕雨读，诞生出一个个客家村落。先人故居，香火每日不能中断。竹北六家这座新兴的现代城市，早期是座客家庄，开拓先驱是广东饶平人林先坤。乾隆14年，25岁的林先坤跟随父亲和哥哥来到台湾彰化，从租垦小片田地做起，3年后垦拓的足迹迈向新竹竹北的这块土地。乾隆22年，33岁的林先坤回到饶平石头乡安石楼老家祭祖娶妻。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动员他的乡里乡亲跟他一起到台湾，因为开垦竹北的那片土地，他需要大量人手。而林先坤在家乡的这次招工相当成功，招了他乡村的乡亲几百个人，这么慢慢一批一批这么偷渡过去。一个人先到台湾站稳了脚跟，然后再把家族和家乡的人整批整批的带过来。这种凭借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连锁式移民，那时相当普遍。竹北六家原叫六张犁，就是因为林先坤的垦地面积而命名。一个牛跟一天可以耕种的田地叫做一张犁，大致来讲是3甲地到5甲地这个左右。就这个地方的面积，就大致来讲以6张犁的算法，也就是差不多20甲左右的土地了。饶平的老乡络绎而来，形成了一个客家聚落。四周呢种了很重的赤竹，所以他自己这个聚落就像一个城墙样子，所以他也有一些东门、西门、南门这样的一个名称。一大早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个到市门这外面去开垦，实行军事化的管制，就是大家集体起床做操，操练，然后去耕田。林先坤的一位后人描述说，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团练卫队的原乡组织一样。问礼堂前面的广场，白天晒稻谷，傍晚练舞奏乐，可想多热闹。这座问礼堂是林家的家庙，是林先坤的孙子林秋华中武举人之后建起的。当家族内部产生纠纷的时候，这里是仲裁的场所，相当于林家的家族法庭。问礼堂边的大夫地是林先坤发迹后所建的宅院。而另外这座林家祠，则是开发竹北的饶平林氏六派宗亲的总祠堂。林先坤完全依照广东原乡的村社组织模式，靠紧密的宗族力量维系着家族和社区的稳定。从最初的移垦部落，逐步成为一个具有老家风格的乡村，这也是台湾移民社会的普遍规律。林家一直会变成新竹这个地方的一个中心的，成为了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那个大族。清朝以后还赐官给他，赐了给他7品官。乾隆52年，林先坤组织新竹义民军，协助清军平定林爽文事件，随后创建新竹北埔义民庙。如今，这座庙宇已经成为北部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地处穷乡僻壤的福建汀州府，从康熙末年开始，前往台湾谋生的闽西客家人不绝如缕，其中以永定县人数最多。永定下洋镇思贤村这座祠堂是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的祖祠。吴伯雄的祖上是在咸丰6年来到台湾。这边就是我们永定县下洋镇的思贤村，这里是八角亭。以前呢，我们那个整个永定过南洋去台湾，这里就是必经之路，他们都要从这边经过下洋到这边来，这边从这里去到广东茶阳，从茶阳走水路
到潮州汕头。吴伯雄先生呢，他曾祖父啊，带着他的22岁的妻子，还有他的祖父5岁，那是台风他的年轻的妻子就摔到水下去了。这是一段伤感往事。因来到台湾而失去母亲的吴荣弟，后来在桃园中立造就出台湾相当具代表性的大家族。广东梅州白渡镇创乐村也有一户姓吴的人家，80年来3代人来台湾的经历，同样令人感伤叹息。乾隆44年，20岁的吴维信因为家中贫穷，东渡台湾来打拼，只花了10年功夫就创下丰厚的家业，真的应验了那句话：台湾钱淹脚目。吴维信10年挣到的台湾钱，一举就改变了吴家几代的贫穷命运。但吴维信的儿子吴远生却不是个守成之人，挥金如土，10多年时间就坐吃山空，败光了父亲留下的一切。但纵有千般不是，吴远生还算是个好父亲。他对儿子的教育可说是不惜血本。为了让儿子好好读书，他专门盖了一座启英书室，其中存放了他替儿子购买的书籍，多达数万卷。为了买书，他甚至不惜卖田，以至于成为当地的一个笑话。道光22年，倾家荡产并且背负了庞大债务的吴远生，为了躲债，带着儿子来到台湾。多年之后，吴远生的妻子蔡氏由长媳陈氏陪护，踏上了跨海寻夫的路程。他们走的是正口，从广东跨省走过福建，200多里崎岖路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厦门。顺利拿到官方的路条，再顺利登船出海，一路又是顺风顺水。看见台湾像一抹云彩，历历在目，而亲人重逢团聚的时刻也就在眼前了。请之由怪风起东北，一手赴西向，瞬间改变命运，东渡变成了西归。西归更遭遇一系列劫难，被勒索、遭抢劫、帆船落水几乎淹死，使同舟100余人皆变作乞丐行径。再从厦门走上回头路，蔡老太太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坐进一个竹筐，有2人抬着前行。这上百人的乞丐驻列，经历漳州、南靖、平和、永定、大埔，终于回到家乡。一路风餐露宿，困顿流离之态，口不能言，笔不忍述。这个女性来台湾的故事，由蔡氏的儿子、陈氏的丈夫亲笔写出，也就格外具有一番真切和苦楚。他是吴子光，台湾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一位文化大家。从祖父吴维信挣到了台湾钱，到父亲吴远生花光了台湾钱，钱来钱去，最后换来的是吴子光的一肚皮学问，而吴子光又把他的学问在台湾传授。自道光22年来台后，终其一生，吴子光都在台中、苗栗一带以设馆刻图为业，长达40年。门下弟子多俊秀，今天人们熟悉的邱逢甲就曾经是他的学生。同治2年，妻子陈氏来到苗栗铜锣，丈夫受徒讲学的这座双峰草堂，夫妻分隔20年后终得团圆。母亲却没来，她被那次来台湾的经历吓着了，终生再不敢来台湾。吴子光为此抱憾一生。当年的双峰草堂，如今居住着吴子光弟弟的后人。
门上的渤海堂是吴姓的堂号。附近也有一座渤海堂，这是樟树林村的吴姓家庙，他们都来自广东嘉应州，和吴子光算是近亲。墙上挂着来台祖先像，除了历代来台祖之外，还有历代的来台骂。要到台湾难，女性更难，因此台湾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有唐山公，没唐山骂”。这话源于清廷的渡台禁令，里头有禁止西眷这一条。禁止携眷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限制台湾人口的增长，然后让就说你家眷在大陆，你可能在台湾就不容易造反。这条禁令何年开始没有文献可考，但取消的时间则有明确记载。乾隆53年，就是林爽文起义被平定之后，在那个大学士傅康安的建议底下就取消了。那清朝在台湾统治了212年，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是不禁止携眷的。其实呢，事实上有很多唐山妈是有跟过来的。大约在康熙54年，是不许男性西眷渡台禁令实行最严格的年代。但诏安妇女李慈勤却仍旧自行强硬西眷渡台。李慈勤到台湾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她的在大陆在诏安的丈夫呢，纳小妾，或者说有外遇。在那个时代，这是男性的权利，司空见惯，但李慈勤却忍受不了。那结果呢，愤而就带领他的3个儿子毅然渡海到台湾去。李慈勤到达的地点在苗栗通霄，当时名叫吞霄，非常蛮荒，但李慈勤却赢得了当地原住民首领的信任。李慈勤就跟当地的土著首领呢签订了一份土地开放的合同。这份合同签订于康熙58年5月，它意味着苗栗通霄镇垦拓的开始。那这份合同至今仍然是苗栗县，至少是通霄镇第一份地契。然后他的几个儿子呢，也都非常的争气，开垦了很大的土地，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作为苗栗开拓的女性先驱，李慈勤的墓地如今成了苗栗县的历史古迹。墓碑上的郡望写着赵邑，也就是他的家乡福建漳州诏安。老照片上的这栋举人厝变成了现代公寓楼。近200年来，台北士林南雅竹巷仔居住着士林望族南雅施家，施千记是其名号。时过境迁，房子变了模样，但祖先的根基施正成千记祭祀工业还留在里面。施家在台湾成为一方望族，与2位女性息息相关。我们知道我们祖上来这个台湾，只有那个女的，带那个孩子来。我们这个最高那一个就是女的。施百炼老先生是南雅施家来台第6代，他的同宗兄弟还有这位施朝辉。南雅施家第1代祖先施廷章，于乾隆末年跟着母亲郑凤娘，从漳州府漳浦县来到台湾，进入桃园山区垦拓。几年下来，虽说收成平平，但郑凤娘为儿子施廷章找了一个好媳妇，名叫李淑善、李追仔。大约在道光19年，施家由桃园迁往八芝兰、士林。李淑善和丈夫拉拔着8个儿女，辛勤打理家业，施家由此日益兴隆。到4个儿子当家后，设立了公字号施千记。4个孩子都不错，大王、2王、3王、4王，读书都读得很不错。李淑善显然教子有方，从这些牌匾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富有功名的书香门第。我祖父是在考上以前的秀才，秀才。那么曾祖父
他们听说是那个考上举人。光绪8年，李淑善年满100岁，光绪皇帝御赐的贺礼从北京送达南雅世家。福建巡抚岑玉英为老寿星题赠了这块西朝仁瑞鹤匾，世家真可谓大振家声。最后五世同堂的西朝仁瑞李淑善活到了108岁。台中石冈乡大甲溪南岸的这个河谷平原，早在康熙后期就有广东潮州移民到此垦拓，其中多数来自潮州府大埔县。这是石冈乡土牛村的一座客家院落，开基祖是大埔茶阳人刘元龙。这种是来台住年龙宫啊，年龙宫是城市，1434住年龙宫。年龙宫七个兄弟，七兄弟，年龙宫排第三。第三。康熙50年，20岁的刘元龙跟着大哥元贞、二哥元成从诸罗、嘉义、北港登陆，来台垦拓，不久就因为发展不顺而黯然返乡。6年后，26岁的刘元龙第2次赴台，从鹿港登陆，但还是因为人生地不熟，当了一阵子码头工人后，再度失望而归。又过了5年，已经31岁的刘元龙带着2个弟弟第3度来台，这回目标很明确，选择从牛骂头、台中清水上岸，沿着大甲溪，总算如愿找到了在台中一带开垦有成的大埔乡亲，终于在石冈土牛站住脚，开始垦拓。刘元龙在这里为后世开基，但他却没有久待下去。4年之后，他再度返乡娶妻成家。从20岁到56岁，30多年间，刘元龙来去无时，候鸟似的往返于山海遥隔的台湾与原乡之间，奔波打拼得很辛苦，却没有见到家业兴旺。但他还是为后代子孙在台湾开辟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大儿子跟二儿子循着父亲的原来的路线，就进驻到这边来，在这边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乾隆24年，二儿子刘永顺又把母亲陈氏和2个弟弟全都迁到了台湾。这年，母亲陈氏已经54岁，而刘元龙则已经在家乡去世3年。从康熙50年刘元龙第1次来台，到乾隆24年刘氏举家迁台，这个家族移民台湾的历程，整整用了48年。事实上，只要他们能够落地生根，都会回去原乡，把他的这个老祖母或者是他妈妈把他带过来。刘家从此在石冈定居下来，从一家豆腐店开始勤恳创业。到了第3代刘文静，终于开始发家致富，成为石冈地区有名的垦拓家族。而刘家的发迹，据说与母亲陈氏密切相关。陈氏在石冈住了25年，79岁过世。刘家后人代代相传，说来台妈葬在这里，名叫美人照镜的上好风水之地，可以寅时葬，卯时发。神奇的是，陈氏安葬后不久，当地原住民突然集体迁往内山，刘家一夜之间从他们手上获得大片土地，由此大发。对陈氏的祭祀，成为这个家族一个至为重要的传承。台湾的很多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他祭祀的祖先呢，他很多都是祭祀开台婆、开台婆祖哈。凡是家族里面呢有新丁啦哈，然后刚结婚啦，这个在过年的时候祭祖的时候，开台婆祖都是特别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生育力的涵养。事实上，我们讲唐山过台湾了哈。在这边可能都是非常的艰辛，2、3代在这边打拼，能够安身立命，有一个家，那事实上是不容易的。要形成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到一个宗族，那是更不容易。那我们呢，来台族，他这个兄弟一共有7位，7个兄弟里边只有元龙公，能够成功下来。
但是他6个兄弟啊，早期跟他一起过来在这边打拼的6位来台族的兄弟啊，都没有传人，没有后人，没有后代，都是没有办法在这边立足。所以在从原乡到新故乡打拼啊，事实上是非常的艰苦，能够在这边能够发迹更难能可贵。也许面对这样的目的，后人才能感悟到那句“六死三流一回头”的悲怆含义。这类墓地台湾有许多，叫做万善同归墓，埋葬的是无主孤魂。他们离乡背井过台湾，但却死于瘟疫或是动乱械斗。基隆八堵，已说不准何年何月，50位泉州移民来到这里开垦，这座庙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这是苗栗铜锣乡西湖村刘氏家族的祖厝，彭城堂是刘姓的郡望和堂号。你可以开单吗？他帮人家挑单的，开单没有？开单了。专门自己开单咩？自己专门自己开单咩？开到嗰出写字。咁冇嘅。那根扁担后代视为宝物。100多年间一直供奉在刘家这座祖厅的香案上，直到1935年苗栗大地震后不知所踪。扁担是来台第1代刘恩宽带过来的，他用这根扁担创下了西湖刘家的基业。大约在乾隆20余年间，广东陆丰刘恩宽到了台湾，他已经30几岁，还是个单身汉，没受过教育，所有的仅是一个农村壮年男性的力气。还有一根扁担。20几年来没辛苦了，就是做些单口工啊。有人叫我开单了，所以我踏出这样的起家。我太辛苦了，我就在这个市场沟溪那边自己搭了一间草寮在那边定居了，定居下来。草寮就搭在这湾池水边，多年辛劳，靠着一根扁担，他积攒了约莫100多元钱。现在他需要有个女人，有个家了。他已经42岁，到42岁脸上跟他做。介绍给他的女人姓陈，年方18，正值妙龄。刘恩宽大他整整24岁。陈小姐她也没有嫌她没有嫌她太老了，太老，她就后来就结婚了。陈小姐没有嫌弃他年老，但他们的婚姻不被看好，甚至遭到不少人嘲笑。没想到这对年龄悬殊的老夫少妻过得很好，扁担挑出了良田，草寮变成了3合院，一个家一天天兴旺了起来。后来就生5个孩子，2个女的。老夫少妻一起生活了38年，刘恩宽活到80高寿，晚景和美，儿孙满堂。刘恩宽没有读过书，但后辈给他的画像增添了几份书卷气。事实上，饱尝了挑担辛苦的刘恩宽，发家之后一直勉励后辈要好好读书。后人也确实争气，简朴的刘家祖祠因这些后代子孙的灯笼、匾额而夺目耀眼。工科博士、物理博士、化学博士、医学博士。这位医学士赵方是刘恩宽的第6代义孙刘兆方，他是苗栗铜锣的一位名医。铜锣火车站边的这座老建筑，当年是刘兆方的私人医院和住宅。时光回到1955年，刘兆方医师遇到一件最烦心的事，他20岁的宝贝女儿刘惠美
从这里出走了，为的是一个男人。而他与这个男人仅仅见面不过4次，相处不到24小时，就凭着100多封来往书信，就让刘惠美擅自定了终身。似乎是当年老祖先刘恩宽那桩遭人讥笑的婚事轮回重演，刘惠美的婚姻更是饱受非议。刘兆芳甚至要跟女儿断绝父女关系，因为她嫁的那个男人不仅一穷二白，而且是个所谓的外省人。那个男人名叫朱西宁，山东人，上尉军官。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渡海来到台湾。从明朝末年开始的移民台湾，骤然间达到规模空前的最高潮，200万人口从大陆一下子涌进了台湾。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后代被称呼为外省人。这个由外省父亲和本省母亲组成的家庭令人羡慕。刘惠美后来成为台湾知名翻译家刘慕沙，朱西宁是作家，他们的3个女儿朱天文、朱天心与朱天一也成为知名作家。对于朱家3姐妹的外公刘兆芳，到第1代过台湾祖先刘恩宽而言，这个结局相当的荣宗耀祖。来台的后裔们，不论辉煌或平凡，往往在祖祠里留下他们对祖先的感恩。祖德东传这类的匾额，在台湾乃至在福建、广东的许多家庙、祠堂里多有所见。11岁的龚正公到台湾来的时候是非常艰辛的，他下无寸土，上无片瓦，是到人家家里去当长工，所有的资产全部从这个土地里头长出来。土地长出这片泸州李家大厝，大厝里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台湾抗日英雄李友邦将军。这个林平和随他父亲去台湾，林平和当时才16岁吧，就是一个米商，那边呢做佣工。16岁的米店佣工，最后造就了著名的板桥林家，更缔造台湾的一个财富传奇。当时林家将基础的家产变卖了以后，就走过台湾去发展。于是，从福建山区的这间祠堂，最终就衍生出台湾雾峰林家的这片大厝，衍生出一个100年文武世家。到清朝末期，闽粤2省的移民及后裔约达250万，占当时台湾总人口95%以上。移民台湾，使他们改变了自身以及后代子孙的命运。数百万先民则共同改变了台湾的命运，而台湾也成为他们世代相守的新故乡。昨天跟你们联络以后，我就特别就
拿出来放在这里，准备你们来。那现在我要拿的就是我们全台最早的骨器，就是我祖先来台湾北部开垦时，所得到的这种契约，这已经有300多年了的契约。现在要提供，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契约。这一张就是陈赖章垦号的契约。在台湾现存大约15000件民间骨器文书中，这是最早的一张原件，成文于康熙48年11月。它是一份有关台北垦拓的契约，既以通同勤恳，因共合伙招耕，通力合作，各无后悔，总以同心协力，共成美举，相期永远于无替耳。明末清初，战乱频繁，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土地缺耕抛荒，农业生产为之凋敝。无地则无民，无民则无富。顺治6年，清廷下旨，查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硬性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这一鼓励开垦的政策，掀起清初社会的移民大潮。一股往西，湖广填四川；另一股朝东，闽粤来台湾。康熙收复台湾之后，民政的军政人员被迁回了大陆，大量的平民百姓也跟着返回。台湾很多土地就是已经开垦好的土地又都荒芜了，所以当时的台湾知府或者一些知县，为了保证地方的赋税，然后吸引大陆的一些老百姓到台湾去垦耕。当时在台湾要开垦这个土地，他必须要向官方报垦。官方在接到这个申请之后，那么到现场去做勘查那么去证明它里面申请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官方就会给这个申请的人一张执照。那这个执照呢，我们叫做垦照。那有了这张垦照之后，就正式的取得了这个土地的拓垦的权利。那另一方面，也具有了土地的所有权。一纸执照便可耕耘，而且荒野广阔，地价低廉。从荷据到明郑时期，台湾开发的土地基本分布在台南和高雄2大平原。这些土地大量的被赏赐给平台有功的将领，称为勋业地。施琅肯定是获得勋业地最多的人，所收的田租称为狮侯大租。施琅去世后享尽哀荣，他的后人也成为狮侯大租的世袭业主。施琅的不少部将、族亲也都成了清代台湾第1轮土地开发热潮的捷足先登者。这其中包括施琅的族弟施秉及其长子施世榜。施秉是施琅的部下，当时是安海布阵的时候，来作为驻镇官。安海是一片平地到处都在恢复建房子那听说施秉呢就占了一大片土地，就是在这个新街这一带他用他的事业来建房。几年间，施秉成了拥有1000余间房屋店面的大房产业主，这自然引起安海豪族们的强烈反对。所以清朝呢就把它安置到这个台湾凤山。凤山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凤山老城和左营一带是高雄最早形成的市镇。康熙31年，21岁的施世榜随父亲施秉到了凤山，他成为凤山县学的生源。他的父亲施秉则以清军将领的身份，全方位展开经济活动，利用万丹港的地利之便，将台湾的糖卖到日本，并且投入土地开垦。康熙40年，施秉去世，施世榜继承父业，成立了一个垦号，叫做施长林，从一介贡生变为一个大垦户。大约在康熙46年，施世榜南下，越过下淡水溪，进入屏东平原。在今天的屏东6堆的潮州万峦一带，招聘闽粤移民前往开发水田，栽种水稻。施世榜在这个下淡水流域，那么开垦
也成功。那么还有种甘蔗、制糖、卖糖，所以他很有钱的。康熙48年，很有钱了的施世榜北上来到半县，也就是今天的彰化县一带。他的父亲施炳几年前已经在东罗平原申请到大片荒地，施世榜要将其开发出来。施世榜的这次迁徙，标志着汉人大面积垦拓的步伐从南向北，跨过了浊水溪，全长186公里。浊水溪是我们台湾第一大河流，是我们彰化、云林、平原的一个文明之母。浊水有机质特别多，灌溉的农作物也特别好，但是天灾无可预防的，所以先民为了敬天畏地之下，做了这个辟邪物泰山石敢当，希望天公不要做大水，让我们后代的子孙在这个地方安身立命下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施世榜要把浊水溪利用起来，仿照他家乡福建自古相传的水圳修建技术，在浊水溪中游兴建水圳，以浇灌新垦的土地。工程于康熙48年动工，在缺乏精密测量仪器和挖掘工具的那个年代，要兴建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绝非易事。相传堤岸筑成后，遇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为落水溪要引水，我引不起来。无奈之下，施世榜只得悬赏千金，张榜求贤。一位老者出现了。祖先讲，伊要来甲指导啦吼，甲讲水安怎炸水创这个锅吼，你水就刷落去遐流掉，水才引得起来。施世榜按照老先生指点的方法，果然水流畅通而下。据说老先生传授的一个关键技术是以这种石狗来拦河筑坝，这是一种古老而简便有效的筑坝方式。做水出来拄出来的时候，要感染这个老者啦，随我迄个人啦，嘛唔知会带去啊。这日头那变成一个谜团。因世家是讲，哇，这因个大功劳者咧，这嘛伫咧圳头遐吼，嘛过一个林先生。对开发水圳算功劳者，所以嘛甲起一间庙伫遐。这个林先生其实都有名。根据阮看做世界族谱内底讲因这林先生是福星关的人，有人讲做林喜，有人讲做林大喜。康熙58年，八宝圳终于筑成通水，这是清代台湾最大的水利枢纽。它原先叫做浊水圳或施工圳，后来改称八宝圳。彰化县现有是26乡镇，这北部拄好目前的21乡镇的这个范围。21个乡镇，103个村庄的20多万亩土地得以浇灌。你人若无花就袂活啊！你若无北彰化区若无这个圳，食的都无当生产啊。为修筑这条水圳，施世榜从38岁苦干到48岁，历经10年磨难，总投资据说耗银50万。施世榜卖掉了父亲在安海的那1000余间店面房屋，倾其所有，可谓孤注一掷。巨额投入，获得巨额回报。水圳筑成后，施世榜拥有水浇良田5000多甲，年均可收租谷45000余担，成为富翁。除施世榜外，广东饶平客家人黄世清、福建泉州的杨志深、晋江的张世香父子等等，也相继进入台南地区或云漳平原。这批资产雄厚的有力之人组成大垦户，同样也是以巨额资金投入台湾的农业，一面招募移民开荒垦田，一面大力兴修水利。以施世榜为代表，新出汉人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被台湾学者誉为水田化运动和第一次绿色革命。通过这场革命运动，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在台湾平原地区全面推广，大面积的牧场荒圃变成了水田。
台湾亘古以来刀耕火种、游牧渔猎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西部平原地区原始的经济面貌首先被改写。因八宝圳的修筑，彰化平原变成了台湾的第一个米仓，更因为稻米输出带动了彰化鹿港的繁荣。狮翅膀因此被称为台湾水田化运动的先驱。狮翅膀后来居住在鹿港，鹿港最早的这座天后宫是在他捐献的土地上兴建的。天后宫庙口的这个小店铺，卖香火的老人是狮翅膀的9世孙。清初台湾的头号垦拓豪族，如今已洗尽铅华。南屯这条老街被称为台中市第一街，台中盆地的开垦历史要从这条街说起。这个地名叫做讲犁头店，这条街大部分做这个农区，迄阵这一带是拢漳州、泉州的人来，进前是听讲张国聪兵伊就是来开垦了这个犁头店，这汉民才来踮这耕农啊。张国，漳州人，他也是施琅的部将，曾任台湾北路营参将。康熙49年，张国请垦今天台中南屯犁头店一带的土地，自为业主，名曰张振庄，它是一个官庄。所谓官庄，也就是文武各官招垦的田园。它是一种由官员去主导的一种土地的拓垦的状况。这一带属于张国的官庄张振庄，这座万和宫，据说就是因为大批垦民的到来而建起的。到了雍正2年，赴台平定朱一贵事件的总兵兰亭珍加入了张国的垦业。兰亭珍他立业叫做兰张兴就是说兰家跟张家共同合作的一个拓垦的组织。与张国相比，兰亭珍的开发就生猛得多了。兰亭珍当过台湾总兵，此后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相当于福建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那兰亭珍以这样一个身份招揽中国大陆的移民到台湾来拓垦。那当时是在海禁政策之下，一般的汉人是不可以随便到台湾来的。那可是兰亭珍以他的军队以他的这个战船那么私下去载着这一些汉人到台湾来的。这显然是一种胆大妄为的行为，但台中盆地南部却也迅速得以开拓。大墩、公馆、柳川都是当年兰张兴垦拓的区域，这一带因此被称为兰张兴庄，或者叫兰兴堡。康熙时期，台湾划为1府3县，新港西以北划为诸罗县，地域辽阔，从今天的嘉义一直到台北基隆。阿里山那时在诸罗县的辖区住着阿里社，今天的日月潭当初叫做水沙连。康熙53年，诸罗来了个贵州人担任知县，他是周忠宣。那个时代的官吏该做的事情，就是维持社会治安，给老百姓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去发挥，让他去开垦，帮助老百姓开垦，修灌溉渠、修桥铺路，这是当时的政府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诸罗县志，看地方志，那地方官捐钱修灌溉渠，不胜枚举。按诸罗县志记载，当时共有71条皮，也就是灌溉渠，其中30条长达数百里的沟渠由周忠宣捐俸注资，4年时间为诸罗县的水利建设
周忠宣共捐银100两，捐谷1600担。以当时的米价，每担折银4钱折算，周忠宣共捐出了大约800两银子，而周忠宣的知县年薪是27两4钱9分。康熙54年，按理社头目阿莫率武社升藩规划，诸罗知县周忠宣颁发这份委任状，任命阿莫为按理武社大土官。这是台湾现存最早的一份官方对原住民头目的委任状。阿莫率按理武社规划，相信与一个汉人成功的进入按理社有直接关系。他名叫张达金。张达金，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通事。通事就是翻译，精通原住民语言。此外，他还负责沟通协调政府和藩社间的关系。在台湾开发史上，通事扮演着重要角色。张达金是按理社的第1任通事，从雍正3年开始，更担任按理大社9个藩社中的4社总通事，长达33年。他在按理社的地位相当高，因为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大土官阿莫的女婿。张达金是广东大埔人，他那个时候应该说，他这里混不下去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经济是不太好嘛，上不出一条路来。张达金就跟他姑姑说，他姑姑也很穷嘛，就说啊，我这里有一条小牛，把小牛卖了好了，跟你做理财费。台湾以后发达了以后，回来就给他姑姑盖了一个那蛇楼，回报他嘛。啊，幸亏你那一笔钱呐，给我发达了。大约在康熙50年离乡来到台湾，这年他大约23岁。他当初过来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呐，可是他因为走到我们台中，然后发现这里发生瘟疫。在那个草莽未开的年代，台湾时常发生瘟疫，不仅导致水土不服的汉人大量死亡，也严重威胁台湾原住民的生命。张达金却因此获得一个大展身手的机会。张达金他懂得草药，那救活了这片的人，那原住民就非常感念，把女儿嫁给他。那一个嫁给他不够，最后据说应该是娶了6个吧，好，所以他叫做番驸马。他是番驸马，好，那他因缘际会跟清朝也关系很好，当地的平埔族也很信任他。那因此就留在按理社里面担任通事，啊，那么在张达金的主导之下，在这个康熙末年，啊，那么按理社就向官方申请，啊，取得了现在大甲溪以南，台中盆地北部的土地。这片土地的面积相当大。诸罗知县周忠宣在康熙55年11月发布这份告示，予以批准确认。土地的开垦权日后基本上转移到张达金等汉人手里。台湾土地垦拓有一种与闽南农村相似的情况，叫做大小租。大小租其实就是叫1田2族，也就是说，一块土地它有2个族人，一个叫做大租户，就是说有一些户，他当时向官府申请到这种垦造之后，投入一些资金，然后他拥有了这种开垦这块地方的权利，他也就成了垦户。垦户将土地租给佃户开垦，所收的租金就叫做大租。真正把这块土地开垦成田，那是那些佃户做的，所以佃户也这样投入了很多的人力资本。佃户因此成为土地的另一个主人，他再把这部分土地租给佃农耕种。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收取小租，那他就变成小租户。大租和小租于是就形成这样一种循环关系。大租户要向官府缴纳正贡，也就是税收。台湾土地垦拓与他处不同的是，大量土地来自藩社，因此还要交纳藩大租。在整个清代的过程当中，清政府基本上对原住民的土地是比较实行保护的，
就是不让汉人去随意的开垦原住民的土地，这是有政策保护的，叫护藩保产政策。原住民的土地不能买断，啊，所以因此汉人一定要向原住民租，要交番租。啊，假如你不交这个番租，那叫做滥垦。当时这种所谓滥垦的现象可谓时常发生，而张达京是怎样从按理社获得土地开垦权的呢？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开发方式。这开发的方式是讲挂地换水，就讲我提供水给恁啊，你土地给我开发。雍正11年11月，按理大社有一个隆重的签约仪式，在场者有通事张达京，有土官潘敦载，他是第一任土官阿莫的孙子，按理社第3代总土官，张达京算是他的姑丈。双方签署的是一份割地换水的协议，起因是按理社苦于耕地水源不足，于是通过潘敦载求助于通事姑丈张达京，请来了6管业户张振万、廖朝孔、秦登健、姚德兴、江佑京、陈周文，也就是6个有实力的汉人股东。这个张振万就是张达京，他是6管业户的大股东。6管业户共出资6600大银，从埔仔里口凿钻竹皮，引大甲溪水灌溉树东堡一带1000余甲田地，钻长40余里，名叫猫雾树钻，也就是今天的葫芦墩钻。从雍正元年到11年，通过3次割地换水，张达京和6管业户取得了按理社大面积的土地，台中盆地北部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挂地换水是台湾的开发史上特殊的例啦。这是一个台湾初期这个移垦社会一个上好的模式，上介好、上介成功的一个模式。这个开发真平静、真安稳、真理想。台中盆地的拓垦就从那时开始，南边以兰章新庄的官庄形式沿大肚溪而北，北边则以张达京和6管业户组成的大垦户自大甲溪而南。台中开发立见成效，而仅仅在不长时间之前，这里被形容为一个林莽荒秽、不见一人的荒僻之地。这本《碧海纪游》是康熙36年一个名叫郁永和的人写的，记录了台湾中北部原始蛮荒的形态。康熙36年4月7日，一队牛车从台南城出发，沿着西海岸的南北交通主干道向台北进发。领队是浙江人郁永和，他是福州府衙的幕僚。前一年冬天，福州火药库发生火灾，50多万斤硫磺火药被烧了个精光。朝廷责令福州官员补足损失，但福建不产硫磺，台湾却有的是。北部的基隆、淡水盛产硫磺，只是那时的台北还未开发，谁都怕去。旅游发烧友郁永和却自告奋勇前往。郁永和亲历了一路向北越走越蛮荒的景象，耗时1个月到达台北。行前，许多人曾告诫他：“君不闻基隆、淡水水土之恶乎？人治疾病，病者死。”到达台北后的郁永和才深感此言不虚。草木惠碧，人迹无几，瘴疠所积，入人肺肠。就是在郁永和描述的这样一派原始蛮荒图景中，台北的垦拓开始了。这个是1709年啦，康熙48年的合约。它是开发台北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它是陈赖章、陈国起、戴天书3个垦号。所谓的垦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开垦公司。所以台北的开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跟随陈赖章垦号，一批又一批闽粤移民接踵而至，台北垦拓掀起热潮。来，进来，谢谢，哎。你家了，林峰镇的。那个林秀俊，好，林承祖林承祖是林秀俊创立的垦号，后来又成为他的字号。他是台北早期开拓史上一个最著名的人物。那时在闽南，即使像这类交通和资讯都极为闭塞的山区，对台湾却已经是家喻户晓。一个人回来讲说，那边土地很多，可以去开发耕种，所以大家就跟着去了。所以我们那边去的话，就有的是整个家族都去，有时候是父祖同者一同去，兄弟也一同去。大约在康熙末年，20出头的林秀俊辞别妻儿来到台湾。林秀俊在大甲溪登岸，落脚在大甲社，承租番田，挣到了第一桶金。几年后转往台北。那时到台北，大致都在大汉溪这个码头下船登岸。这里是新庄，当初名叫新竹庄，是台北最早开发的地区。台北垦拓史上的知名人物，许多都曾在新庄住过。来到新庄的林秀俊被官府任命为淡水社通事。说来，他和安里社通事张达金的发迹过程有几分相似。那边发生了那个瘟疫，那很多番人的话，他不治而死。这个林承祖他会懂得医道，用草药的话救活了很多番人。这个就番社的头目很感激，就把女儿潘氏许配给他，还把土地让出来让他去开垦。林秀俊的垦号全称是淡水保业户林承祖。一份乾隆2年的合同道出他在新庄开发的辛苦：出头招店、开圳垦耕、贴纳享客，多年一兼独任。新庄开垦出的田产，后来被林秀俊大部分卖掉。他看好了一块新的垦地，那就是与新庄一水之隔的板桥。新北板桥当年名叫百街。板桥地区大规模的垦拓因林承祖的到来而开始。林承祖开始开垦大安圳，由大汉溪引水浇灌板桥平原，这是台北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林承祖他花了很多钱开圳，这个大安圳呢，那个长30里，宽2丈4，那是等于8米，简直是一条小河。大安圳开凿成功之后，百街13庄1000多甲田地得以灌溉，板桥平原开始改变面貌。林承祖也被称作开发板桥的头号功臣。他开拓出良田1万亩，年收租谷10万多担。在后来的板桥林本源家族崛起之前，林承祖是板桥乃至北台湾最大的开垦出资人。今天板桥车站后面的后埔街是林承祖在板桥的开基故居所在。后埔老街已不见昔日的热闹繁荣，当年扩大的林公馆已被时光切割，剩下最后的一小片空间。但如今依然有林承祖的后人居住在这里。故居供奉着林承祖和2位夫人的牌位，宋氏是林承祖在漳浦家乡的结发妻子，潘氏葛野霍是林承祖在台湾娶的原住民女子，
祖祠高悬的这幅源远流长匾额是林承祖第7世义孙，曾任国民党副主席的林丰正所题写。确乎源远流长，这座林氏大宗祠在台湾的后代已经超过2万人。林承祖的宋氏夫人葬在家乡，林承祖葬在台北内湖。他在乾隆36年72岁时故去。他一生垦业辉煌，坐拥大片土地，但直至年迈还在劳作。他已经习惯了劳作，晚年他还经常下田去。人家说你不用做了，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也已经做惯了。他叫郭习流，是第一位在台北开凿大型水圳的人物，也可以称他为一位悲剧英雄。郭习流是漳州南靖县人，幼年随父亲移民彰化。乾隆元年举家迁移到台北。乾隆4年，36岁的郭习流决定从新店溪清潭源头引水浇灌他的垦地，现今台北松山一带的新雅庄。这是一项颇有冒险性的南水北调工程。郭习流身家并不丰厚，但他雄心勃勃。引水过来，这个水，那你高山阻挡，你怎么办？那么还要开凿，那么要打穿那个山洞，打一个隧道。新店溪岸高山陡壁间的这段引水时空，全靠人工一锤一凿开掘而成。仅此一项工程便耗时8年。接下来的难题是，水圳必须东西横跨景美溪，才可以流到台北市。所以说你要修这个渡槽，架这个木质的水渠，所有的种种东西啊，还有种种的什么其他的那个不可预见的这个困难，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投资。郭习流修得了镇，修了很久。这个工程呢，最后经过千辛万苦，也做成功了。但好景不长，乾隆30年，景美溪一场洪水，将郭习流穷尽毕生财产修筑好的水圳冲毁了。高龄60岁的郭习流积忧成疾，隔年去世。所幸他的长子郭元芬立志将父亲未尽的事业继续做下去。经过父子2代30年不屈不挠的奋斗，水圳终于在乾隆34年全部完成。后人为纪念郭习流父子的开圳之功，将这条水圳称为刘公圳。刘公圳灌溉系统将山地的水源引入缺乏淡水的台北盆地东面，浇灌了基隆河以南1200余甲田地。它跨越景美溪，分2路流入台北地区，一路经6张犁、3张犁，流向今天台北市政府一带，灌溉台北盆地的东南侧。另一路流过今天的台湾大学，在台大农学院试验农场这里，分为许多小支流，浇灌周边的公馆、古亭、大安地区。除了刘公圳、大安圳，进入台北的汉人先驱还相继开掘了永丰圳、海山圳、大平林圳、雾里薛圳等大大小小的灌溉系统。清代整个台湾的一个水圳的开发一共有1000多条，3条很重要的就是北中南3条大圳台北的刘公圳中部的二水的八宝圳然后南部呢一个曹公圳。曹公圳在高雄，当年的凤山县。道光17年，河南省庆阳人曹景到台湾担任凤山知县，他面临的是一个平年降雨不顺、田苗枯槁、民人有菜色，导致盗贼四起、治安恶化的严峻局面。抱定米稻莫如足食，足食莫如新水利的理念，七品知县曹景只以不到2年的时间，未申请动用1分公款，悄无声息的就建成了一条水圳，从下淡水溪引水浇灌凤山平原。
应凤山民众的请求，台湾道台熊一本将其命名为曹公圳。曹公圳的流域涵盖的是整个高雄市区，可以说是大高雄的一个血脉。一年会当修成2期，所以迄个时阵大家都无烦恼，讲袂食袂饱，所以土匪也较少啊。因过就是大家食袂饱，土匪才一直吃。因为有了曹公圳的灌溉，促进了整个大高雄地区的开发。曹公圳如今依然流淌在高雄市内，发挥着防洪排水的功效。它与爱河一样，成为今天高雄市的特色。台湾西部平原的开发到雍正年间已经趋于饱和，汉人垦拓的脚步相当迅猛，越界侵垦的事件频繁发生，官府因此加强了防范措施。嘉义梅山留下了这块明番界碑。乾隆33年所立的这一块界碑呢，它的碑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沿着这个三级线啊作为一个分界点，三级线以东就属于这个原住民的活动范围，那三级线以西呢，西边的山路地带呢，就是属于汉人的活动范围。那汉人呢，不得随便侵入到这个原住民的活动范围里头去。乾隆26年，官府下令在淡水彰化挖一条汉番之间的界沟。张达金所在的按理社，这19个圆圈，就是那时以挖沟推土方式构成的汉番界限，俗称土牛。在开垦的时候，我们是很勤奋的嘛，从大陆过来啊，很勤奋，土地越多越好，所以就会跟平埔族产生冲突。所以在清朝乾隆26年的时候，就下令挖了壕沟，那个泥土呢放在旁边，好，总共有19堆。那当晚看起来像牛，所以土牛就是这样来的。那汉番的边界就这里，你不可以超过。乾隆25年，这张台湾明番界址图由闽浙总督杨廷章下令绘制。一条红蓝线从南到北延伸，线以西的平原地带为汉人或所谓熟番的地区，线以东是所谓生番界。汉番界限，它就规定汉人不可以越过这个红线到山上去开垦。其实清朝，我觉得它因为它是一个也是少数民族来统治中国嘛，我觉得它对于一样是少数民族这些原住民是有比较多的了解跟包容的，所以它设了这个界限呢，规定汉人不可以越过这个红线到山上去开垦。汉番界限都是在有接近山地的地方，比如说像桃竹苗。这里是桃竹苗地区新竹北埔乡，曾是汉番界限划出的禁垦地区。道光15年，因为一个垦号的到来，禁地被突破了。我们北埔金广福公馆呀，现在的话是台湾唯一幸存的武装移民公馆，也是在清领时期全台湾最大的一个武装移民公馆。金代表生意的彩头，广代表广东，福代表福建，相当于一个广东福建的联合开发公司。这是台湾开拓史上一个极为显见的组合。淡水同知李四叶先生就命令属于闽南籍的周邦任先生以及客家籍的江秀銮先生来开发北埔。所以说，金广福来讲话是正式获得清朝官方的开发认可。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组合。道光15年，江秀銮带着佃农和武装爱丁数百人，由今天的竹东镇出发，步步为营，推进到北埔地区。随后在北埔一带设立36座爱寮，形成一个庞大的垦爱防线，俗称金广福大爱。所谓爱，其实就是当时隔离汉番的机构，爱丁负责防御，爱护负责开垦，凭借爱丁武装的保护进行土地垦拓，这是台湾垦拓史上所谓的爱垦模式。荒埔地很快变成了水田，北埔一带的村落也从那时开始形成。随着大量的垦民进入，北埔的信仰中心慈天宫也建了起来。垦荒者们当时聚居在庙口一带，渐渐这里变成北埔最热闹的街道集市和演剧广场。歌仔戏曾在台湾城乡广为流行，大受欢迎。它是由漳州移民带来台湾的田间小调发展而成的，之后又流传回原乡的漳州和厦门地区。宜兰是歌仔戏的发源地，从草岭古道放眼东望，太平洋岸边这一马平川的狭长地带是宜兰。宜兰是漳州移民最早大规模开发的。来自漳州漳浦县的吴沙被称为开兰第一人。吴沙生长在连绵大山间的这个小乡村，他应该也是生活的不如意，所以在乾隆38年带着妻儿到了台湾。这年他已经42岁。他在台湾北部上岸，落脚在临海的山地三雕社。吴沙到这个三雕社，也就是现在台北县的双溪贡寮这里定居，居住了快20年。那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说，他民番幸福啦，已经大概成为在三雕社这一带成为一个重要的地方领袖。三雕社一山之外就是原住民聚居的噶玛兰，也就是宜兰。宜兰这个地方，记录它通常出现的字眼就是云深雾罩了然后终年不开，就是通常树太大了，都把这个日照给遮住了，一年大概只有半年看得到阳光这样子啦，所以呢瘴疠之气非常的严重。但吴沙已经很熟悉这里的水土了，多年来他与这里保持着贸易关系。吴沙应该也是番哥了番哥就是汉人来跟原住民做生意，因为原住民呢，他们要汉人的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嘛。番哥能挣不少钱，但不是吴沙的志向。南洋平原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才让他动心。多年来，他一直准备着。所以呢，只要当时投靠他的人，吴沙都给他1把种子、1个斧头、1包米，让他往山区里面开发。这样子陆陆续续人越来越多，就慢慢的越过了雪山山脉，走出了我们现在草岭古道的前身这样一条路径了。终于在嘉庆元年，年过6旬的老吴沙亲自上阵，率领数百人的队伍翻越草岭古道，进驻到南洋平原。但冲突随之爆发。吴沙的弟弟吴力在跟原住民战争中战死，垦拓遭遇重挫，随即停住了步伐。此后也是因为当地发生了瘟疫，吴沙用中草药为原住民治病救命。所以呢，原住民为了感谢他的帮忙，所以同意让这一批汉人进入到宜兰来开拓。这个是嘉庆2年1797年的事情了所以呢，吴沙很顺利的到了乌石港南边建立一个聚落，所以他把它命名为头城。
以头城为立足点，吴沙的开拓队伍接着又开发了2城、3城、4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宜兰城。那宜兰因为平原，那水源充足，土地又肥沃，那么在吴沙开兰之后呢，很快的就成为台湾的第3大米仓啊。但是吴沙没有看到开拓的最后成果，他在嘉庆3年从2城进入3城的时候过世了。后续的3城、4城开发是他的侄子吴化率领垦拓大军完成的。宜兰县有一首对联，叫做“征程拓土无双事，正是开兰第一人”。吴沙在66岁这样的高龄龄的情况之下，还翻山越岭到宜兰来开挖，才是不容易啊！所以从吴沙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小人物可以立大功。这么一个小人物，他怎么知道他后来会在台湾史上这么有名啊？所以这是平凡中的伟大，小人物的伟大事迹。像吴沙这类留名史册的垦拓人物，毕竟少而又少。近300年的台湾开发史，有数以百万计没留下名字的小人物先后参与其中。先人筚路蓝缕，胼手知足，艰辛垦拓，使莽荒的台湾岛变为唐古之力甲天下的米粮仓。西元1683年，台湾收归清朝版图时，耕地面积约18000甲。到1886年，官方丈量的耕地面积已经增加到361417甲，而实际开垦面积，按照西元1904年日据时期官方统计，则高达777850甲。210多年间，耕地增加了42倍，堪称移民垦拓史上的台湾奇迹。在今天台湾现代农业的图景中，还能看见这样的劳动身影，让人体会到当年先民们垦拓的艰辛和勤奋。康熙33年，清朝收复台湾后的第11个年头，一个名叫陈梦球的台湾人在北京考中进士，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北京孔庙的进士碑上。同一年，台湾开始修撰第2套台湾府志，很快的就把陈梦球的名字登入进士表，彰显台湾学子的荣耀。最早台湾是在这个进士表里面，第一个就是陈梦球，他算是台湾的进士，而且是第一个进士，开台进士。康熙皇帝当时得知新榜进士中有一个陈梦球，开心地说：“这是忠义之士陈永华的儿子啊！”明正时期台湾的第2号人物陈永华，却得到清朝皇帝康熙的格外赏识。台湾的第1座孔庙就是陈永华所创建的，西元1666年落成。刚好过完春节，元宵就还不到，
台湾当时有3000多个读过书的人，全部跪倒在今天孔庙的整个大院子上面。汉文化第一次在这个岛屿里面开始生根要萌芽的。6月，台湾已经进入炎热夏季，也是大学学测的考试季节。在各地的文昌祠都能感受到这个考试气氛，比盛夏的天气更为炎热。文昌君前的供桌上，包子、粽子象征着包中，葱祈求着聪明，萝卜意味着彩头，附上一张准考证，点上一盏祈愿灯，祈求考运亨通，金榜题名。台北芝山岩会济宫的文昌祠，刘正田老先生正忙着为考生添灯加油。10几年来，经他手点亮的油灯已经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点灯啊，就是给他很好心情，想得出来。你自己也要读啊，也要那么神，也要人，一半一半啊。清朝收复台湾后，虽说故人已去，政权更迭，但明郑时期的这座孔庙却并没有因此寂寞冷清。康熙23年到台湾旅任的第1任台湾巡道周昌，他就看到这个明郑时期在台湾实施儒教的结果的成果，而且认为在台湾这个荒芜新创一个新收为王土的地方，一定要施行教育，是海天第一要务。所以从巡道周昌到知府蒋玉英，都提倡这个设学堂、普设教育首任台湾知府蒋玉英，他上任后很快就在台南东安坊设义塾2所，也就是不收学费的学校，招收7、8岁孩童入学，这成为台湾兴办义塾的开端。康熙24年，巡道周昌、知府蒋玉英再捐出自己的薪俸，在明郑时期的孔庙内建了台湾府学，也就是清代台湾最高学府，它被称为全台首学。当然，孔庙上面写的叫做全台首学，那当然听起来就是文绉绉的东西，白话非常清楚，它是清朝的台湾大学。全台首学这4个字是一个名叫陈彬的人题写的。陈彬那一代名才。陈彬是广东海康，也就是现在的湛江市人。他和陈梦球是康熙33年的同榜进士，在他从政的20年中，有9年是在台湾度过。他到台湾来做台湾知县，后来做到台湾府知府，后来做到台湾道的道台。陈彬在这个台南留下了非常多的记录，台南修城、台南的孔庙都可以看到陈彬的遗迹。从康熙51年到54年，陈彬花了3年时间对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扩建。大成殿是孔庙的主建筑，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从康熙的万世师表到光绪的斯文载资，庙中悬挂着8代清朝皇帝为孔庙御笔书写的匾额。大成殿左侧的明伦堂是讲学弘道的教室，它也是陈彬修建的。陈彬还在明伦堂边上建了这座台湾最早的文昌阁。这个孔庙文昌阁，他建的时候还写了一篇文昌阁碑记写说建这个碑是为了鼓励读书人读书，而且他也说明一个理由应该是子不以怪力鬼神，我不应该鼓励这个盖这个神的居住的空间让读书人来拜，可是为了鼓励台湾的读书人能够这个心无旁骛的这个努力读书他就安这个读书人的心盖了这个魁星楼。台湾祭祀文昌从此开始兴盛起来，大大小小的文昌庙、文昌祠越来越多。
里头除了供奉着文昌帝君之外，也可见到儒学鼻祖孔子以及汉字创造者仓颉的牌位。这说明了在台湾这个乙垦社会中，读书求学开始蔚然成风，而这种风气正是陈彬希望看到的。那么陈彬他来台湾当官常常夜巡，只要看到有孩子点灯读书就进去多加鼓励。如果看到有这个人在外面，年轻人在外面喝酒游乐就当场就训斥了。陈彬在台湾任职期间，轻装简从，不惜家眷，官厨基本只有瓜果蔬菜。他说：“贪不在多，得非分1、2钱，便如千百万。”康熙皇帝曾感慨地说：“陈彬真像一个苦行老僧啊。”康熙56年6月，升任福建巡抚不久的陈彬病倒了。10月初3这天，陈彬逝世于福州，享年63岁。他往生的时候，他少爷来接他，没有钱回去。最后，官府从陈彬往年捐出的银子中拨出3000两，让他归葬故里。陈彬及清朝君臣共同推崇的不止孔子，还有一位朱子。朱子就是朱熹，宋朝著名理学家。自南宋之后，朱熹的学术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朱熹一生72年中，有60多年在福建度过。他创建的思想体系因此被称为闽学。台湾却是完全承袭了福建闽学的基础，而且承袭了这个内地的这个社会的教育制度康熙52年年末，在新修的孔庙明伦堂边上出现了台湾第一座朱文公祠，它也是陈彬手建的，如今遗迹无存，仅留下这对石香炉和这块门额，上头陈彬的题字隐约可辨。清朝皇帝推崇朱子的学说，因此闽学自然也就开始在台湾广泛传播。台湾很难得的保留下了许多清代书院的遗存。清代在台湾的学校的一个制度其实是非常的多样。儒学就一般由官方所设立的这个学校，就像我们现在公立学校一样，进公立学校的什么呢？你必须在什么？必须考中秀才才能进官立学校。除了府学、县学这些公立学校，还有一种义学。那么义学就是什么？就是官府在民间设立的，给那些贫穷的上不起学的人，给他一个启蒙教育的一个机会。另外还有一种学校叫社学。社学呢，特别针对什么？那些熟番的生番的弟子设立的，所以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少数民族学校似的。那另外的话有这个书院。那书院的话，当然也有官方的，也有那个官方跟民间一起合作的，那当然也有民间所设的。康熙43年，台湾知府魏台珪在台南创建了一所崇文书院，它是台湾首座具有完善规模的书院。康熙59年，台下到梁文宣在台南孔庙边上创建了台湾规模最大的学校海东书院。这块海东书院碑记刻下了他的建校初衷。当年福州鳌峰书院是清代福州4大书院之首，但对台湾读书人来说，要想上这所学校难度非常高。为了使望洋兴叹的台湾学子也有一所高品质的学校，于是海东书院落成了。只是20年下来，他多次搬迁，以至于日渐萧条。到了乾隆5年，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兼李学正，山西人杨二友，决定将它做一次彻底的修缮和扩建。立意良好，但问题是修书院的钱、养书院的钱要从哪里来呢？一位来自山西的贡生施世安，把他父亲施世榜，也就是那位修建了八宝圳的大垦户所传给他的千亩良田慷慨捐出，再加上台湾巡道刘良弼捐奉畅修，诸多地方大户也纷纷解囊捐资，台湾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流学府。他依傍着孔庙与鳌峰并置，
形成全台文教领袖的地位。福建永定县中川村，台湾垦拓史、教育史上一个重要人物胡卓猷就出生在这里。康熙43年，胡卓猷先生就出生在这个大壮楼，他是一个例贡。作为一介贡生，胡卓猷最初的生平志向是获取功名，但是山外海那边的台湾改变了他的人生选择。大约在康熙末年的时候，胡卓猷辞别了家乡。他响应当时清政府的号召，到台湾淡北去开荒垦田。淡水观音山下人来船往的巴黎码头，是先民进入北台湾的登岸之地。当年这一带名叫巴里笨，胡卓猷是巴里笨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他以40年时间开垦出良田数百甲，成了闻名淡北的大垦户。可是胡卓猷始终挂心着一件事，他所在的北台湾日渐富庶，但却没有一所学校。这是一个紧靠山坡、峰峦胜秀的美丽地方。乾隆28年3月的这天，胡卓猷带着彰化知县胡邦汉来到这里，他们不是来观看风景的。胡卓猷准备将脚下这片80余甲的水田以及房屋通通捐出，目的是办一所学校。终于在乾隆28年，今天的新北八里明治路上，出现了北台湾第一座学府明治书院。胡卓猷以40余年首创基业，不私自于子孙，而用以兴学立教，台湾北部文风由此渐开。当时的闽浙总督杨廷章撰文写下这样的评价：永定共生胡卓猷，功不可泯。不止一个明治书院，也不止一个海东书院。清代台湾总共有60多所书院，许多都是以官绅协力、民间相助的方式创建起来的。这些书院从建筑风格到规章制度，大多以福建书院为样本。而在台湾担任教育局长、教育工作者等官员，也基本都是由福建选派而来的。这是康熙24年第一部台湾府志记载的首批台湾教育局长名单。台湾府儒学教授林谦光，长乐县人，副榜贡生；台湾县儒学教育傅廷章，南安县人，举人；凤山县儒学教育黄次英，晋江县人，举人；诸罗县儒学教育陈志友，长乐县人，岁贡生。到乾隆29年、80年间，依照最后一部台湾府志记录，先后担任台湾一府4县儒学教授、教育局长的有112人次，儒学训导54人次。这150几位教育局长、副局长全部来自福建，囊括福建沿海山区、东西南北各州府。中华儒学随着他们的东渡，在台湾广泛传播。福建晋江金井陈厝村出了一个清代台湾名牌学府的校长。那时离乡背井到台湾去当一个教书匠，挣一份不错的薪水以养家活口，是许多贫寒的福建书生无奈却又热切的选择。范学书是我们澳江范系的族人，他从小家庭比较贫困他晚上磨豆卖豆后来去读书咯。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到台湾去教书。康熙58年，范学珠去了台湾，他有一首《台中吟》，真实的记录下他赴台的心情。天涯浪迹本心为，亲在远游胜所飞。赴台后的范学珠却因此行而改变了人生命运。几年后，他以文才突出，被台南府城有名的崇文书院聘为山长，也就是院长。与范学珠有几分相似。光绪年间，晋江崖口村的贫穷书生施坦，同样是到台湾教书后，获得了一份意外的人生大礼。我的太公
原本伫乡里当中，也是有说一个也贫困的人，后来就是为了要谋生，所以才行去到台湾，去就是随去搞这个习俗的咯。不曾想到，私塾先生施坦很快被东家看中，将待字闺中的妙龄女儿许配给了他。对方是也有钱的人，人是落去中的人才。结婚了，迄阵啊，念在家产啥物，迄阵啊就有请一个台湾的物件，请来我一位啊。曾经就是后车70几亩地。70亩鹿港田地已不知所踪，但有几件从台湾带回来的陪嫁品，被施家后人保存至今。这些老家具似乎蕴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当年那位鹿港大富商肯将自己的千金下嫁给一个教书匠，可见在台湾，教师真是一个颇受尊敬的职业。台湾当时作为福建一个新开的府，台湾与文化渊源深厚悠久的大陆相比，先天不足。科举如果同试同取，肯定难以胜出。乾隆4年，一个叫诺木部的满族官员替台湾考生争取到特殊待遇。台南市大南门公园碑林的一块甘棠遗爱碑，记录下了这段佳话。这位诺木部监察御史到台湾来，他就跟皇帝讲说，要再请台湾另编制号，合中进士1名，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保障名额。所以早在270年前，我们台湾的读书人就受到这个保障名额的这个庇佑，然后能够攻取这个进士。所以这位为政者，他离开台湾以后，当地的读书人、举人共声援刻这个石碑纪念他，所以写的“甘棠遗爱”这4个字。即使早在台湾实行科举的第1年，康熙26年，清朝政府对台湾学子科举应试的特殊政策就已经出炉。他就规定，台湾人到那个福州就参加这个乡试，他至少每年保障1到2个名额，就说每3年1次的乡试呢，台湾至少会有1个或2个举人出现。康熙26年，保障制度推出的第1年，就有第一个受益者苏俄中举了。这个苏俄还是北宋伟大的科学家丞相苏颂的后裔。他这个是祖籍是在红安这个马巷那一边的人，田头人。那这个人是台湾的第1位举人。另编字号，名额保障，毫无疑问大大帮助了台湾考生。从苏俄开始的200多年间，台湾大约出现了524位举人，其中文举人239名，武举人285名。但是呢，当时刚刚开始的时候，台湾没有多少人会念书的，那么这个名额就空出来了。那福建的很多的名额不够。当时的福建是科举强省，科场竞争相当激烈。所以福建的，特别是泉州府、漳州府一带的，那么也有兴化府、福州府的这些人，跑到台湾去占领了那个名额。于是，台湾海峡就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移民，他们大多并非为生计所迫，有些人甚至还相当富有。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现在叫科举移民，他们当时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冒籍，就假冒台湾籍的。我们福建人很多去假冒台湾籍的，所以考上来以后说是台湾的举人，实际上他原籍是福建人。我们祖先呢，他主要是为了科举来台湾。780年代，新北市和福建晋江先后发现了一批文件，那就是台湾史上最大的垦户之一张世香家族资料。福建晋江陈代，张家的原乡。康熙年间，身为世代书香的闽南望族子弟张世香，因为一场考试，遭遇了人生的一大挫折。讲实话，我们祖先呢，他曾经就是因为冒籍，冒籍被人家除名嘛。好，既然我说我冒籍，那我在台湾也有名额啊。康熙42年，30岁科场失意的张世香东渡来到台南。他果然来这里了，
当然就考上了。但也只是考上秀才而已。张世襄以及他的4个儿子在垦拓方面，比他们求取功名要成功得多。张家的垦拓足迹从南部的高雄到中部云林，再延伸到台北地区，成为台湾的一个垦拓豪族。尤其是第4个儿子张方大，更以其张必荣的垦号扬名北台湾。新北市树林区张方大的后人将祖居改建成这样一座幼稚园，重视教育成为这个家族的世代传承。张世襄未遂的科举梦想，在第3代、第4代身上实现，并创下了台湾科举史上的传奇。张世家家族他们在乾隆25年到35年的时候，出现了6个举人。这个一个家族啊，在10年里面出现6个举人，这个在中国大陆都不得了，何况在台湾。6个文举人之外，还出了一个武举人。至于秀才则更多，30几个秀才。秀才多了，他就要到福州去考举人。那你家里有30几个人到福州去考试，所以他们就在福州自产。张世襄家族的产业因为科举的缘故，延伸到省城，也延伸到了京城。按科举制度，台湾的童生考秀才在台南府城参加院试，而秀才考举人则要跨海到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举人再考进士，就得赴京参加会试和殿试。福州中山堂一带曾经是福州贡院所在地，张世襄家族历代30多个秀才数不清来过多少趟。回顾200多年间，又有多少台湾考生曾经到过这里？有人喜极而泣，更多的当然是名落孙山，怅然归去。一个名叫蔡廷兰的澎湖考生，10多年来曾3度来台参加考试，但全都铩羽而归。澎湖这座进士地虽然破败不堪，残存的老墙却记载着他的主人蔡廷兰的传奇经历。他小时候读书蛮厉害的，我们有一首诗在形容他，说7岁能文澎未有，7岁就会读书写文章，在澎湖找不到。13入判均州知，13岁就考中秀才，这个在台湾澎湖可能还找不到几个。从秀才到举人这道门槛，20多年间，蔡廷兰始终没有跨过。这个画册是1836年的，这个快200年了。这个就是澎湖。道光11年，澎湖发生灾荒，就是大台风啊，发生灾荒。灾荒以后，清朝政府要周凯去赈灾。登陆的时候呢，这个蔡廷兰有把澎湖灾荒的情形呢，写了一首很长的诗给周凯。这是一首题为《请疾赈歌》的诗。诗中反映了灾情，并请求赈灾，文词间情感充沛，才华飞扬。周凯看了惊为天人，他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澎湖岛上，居然隐藏着一个文采如此灵动的人，而这个人却科举屡试不第。时任福建兴泉甬道进士出身的周凯，马上写了6首抚恤诗作答。周凯一边赈灾，一边把这个蔡廷兰就找来，2个人就谈怎么样写书，怎么样写诗，怎么样写作文。2个人琢磨来也琢磨去，就很好，关系非常好。周凯就告诉他说：“你要参加考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那等于就是说，把一些重要的读书心得告诉蔡廷兰。”
那次赈灾之行，两人虽然只相处了23天，却培养了一段深厚的情谊。蔡廷兰跟周凯非常非常好的，很难得的一对师生。2年之后，道光13年，周凯由厦门调任台湾兵备道，凑巧朝廷有一个往北京国子监保送拔贡生的机会。在当时的台湾，拔贡地位往往比举人还高。周凯觉得已经37岁的蔡廷兰不能再被耽误了。身为台湾的最高长官，周凯决定把这个难得的机会留给蔡廷兰。但是蔡廷兰回绝了这番好意，第4次渡海赴福州参加乡试。这次终于考中举人，可惜就在好消息传来时，坏消息也跟着来。很可惜，周凯1837年在任上就去世了。7年后，道光24年，蔡廷兰进京参加会试，高中进士。当澎湖历史上第1座进士第为蔡廷兰伫立起来之时，他一生挚爱的师友周凯却没有看到这一天。一个叫辛其光的澎湖人，科举之路也充满了戏剧性。他家境富裕而乐善好施，曾经捐数百金修文史书院，但从20来岁开始，数十年间10多次参加乡试，却屡试屡败。为渡海考试，还差点翻船送了老命。据说他的遭遇连嘉庆皇帝也知道。嘉庆18年，辛其光终于荣膺恩科举人。这年他已经70岁，是台湾科举历史上最年老的举人。而辛其光的下一届却冒出了台湾科举史上最年轻的举人。嘉庆21年，年俱未冠，也就是都还不到16岁的林廷章和林训贤叔侄俩双双中了举。林家是彰化鹿港日茂行的大商人，开心的大办喜事。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啊！所以嘛，就办流水席哦，办1-2个月啦。早是请到，暗时请到天光的啦。连人若来了足好的，拢是倒办边边啦，安尼啦。啊，较早无电火有无？拢点这个蜡烛火啊，安尼到暗时的时阵，像你是同款啦。最年轻的举人林廷章，后来为彰化和鹿港的文教多有建树。他曾主持修建了彰化孔庙和县学。道光4年，林廷章和鹿港同知邓传安共同创办了鹿港的文开书院。书院历时4年完工，取名文开是为了纪念明末台湾文教始祖沈光文，字文开。文开书院开启了鹿港文风的鼎盛时期，一个鹿港小镇就出了6位进士、16位举人、100多位秀才，文开书院可谓业绩辉煌。鹿港名儒进士蔡德芳是文开书院的第1任主讲。本身蔡德芳女婿林启东，学生丁寿全，后生蔡古元。这是一首流传在鹿港的民谣，他们的祖籍都是福建晋江。春节刚过，晋江陈代丁氏大祠堂举行祭春仪式，他们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南宋时期，他们的祖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大陆，在当时的东方第1大港泉州经商贸易，落地生根，出了一个被称为陈代万人丁的庞大家族。丁氏后裔遍布世界，光是在台湾就达2万人。在科举方面，陈代丁氏在明清2代出了12个进士，其中有1个就在台湾。祭祀了大宗祠，再拜小宗祠，然后再拍张合家欢。背景的建筑是丁家后人刚刚翻新的进士第。没想到我们修这个大宅这么顺利，1000多平方，很大。没有想到这么干脆，这么好的，这么快的速度盖起来。我有一句话，不愧为我们是进士的子孙。与这座陈代丁家进士第隔水相望，台湾鹿港也有一座丁家进士第。
虽说2座大宅分隔两岸，其实血脉相传，说的都是丁家祖上来台后的故事。这个故事被编入台湾一本36孝的书中。我的这个高曾祖父啊，就丁春娘，她的名也叫做丁克家，就是客家公，她也列入这个36孝之一。道光6年，13岁的丁克家和16岁的哥哥丁义庭，跟随61岁的父亲丁朴实来到鹿港经商。创业很艰苦，但他们的丁协园商号也渐渐有起色。后来哥哥返乡料理祖业，弟弟继续伴随父亲。没想到年迈的丁朴实中风了，半身不遂加上双目失明，丁克家视汤奉药，对父亲极尽孝心。不幸啊，在我们老王子那边呢，曾经发生过火灾。发生火灾的时候啊，有一个僧警啊，就把爸爸抱出来让爸爸蹲在那个底下，他就把整个身体啊这个盖在上面。所以当时的这个清朝官呢知道了这件事，就呈报到京城去，把他封为孝子。这个故事日后被画上了台湾邮票，孝心自有善报。丁协园商号在丁克家手上做大了，但是丁克家却每遗憾自己读书不多，因此特别重视下一代的教育。7个儿子中3个经商，另外4个专攻科举。第6子丁寿全在光绪6年高中进士，于是丁家在鹿港建起了这座进士第。台湾的考生中了举人或者中了进士以后，大陆中青一定要邀他什么？邀请他回家去给祠堂里面立旗杆、挂匾，这个祖坟呢上坟。丁寿全自然也返乡做了这些光宗耀祖的事，并且在家乡也建造起一座进士第。同是鹿港进士，丁寿全和蔡德芳却不简单的只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丁寿全的儿子娶了蔡德芳的孙女，所以就是变成说这2家就是变成是亲上加亲嘛。而蔡德芳的女儿嫁给了嘉义进士林启东，儿子则娶了新竹进士郑用锡的孙女。那也是选的一个大家都是进士的后代这样子。再后来，丁寿全的孙子丁瑞彬娶了台湾显贵辜显荣的女儿辜敦志。婚礼那天的迎亲主列长达数公里，队伍头已经抵达，尾队尚未出发。鹿港鼓乐震天，热闹宛如过节。俗话说学而优则仕，但意外的是，努力挣得一个个金榜题名后，来自台湾的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并不多，丁寿全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愿做官，这个皇帝亲自点的，据说是县官，但他没去，到白沙书院当院长。台湾的考生即使考上了举人和进士，他当官做官的积极性也不高。台湾的包括郑用锡好多人，他们考完中士以后都愿意回家侍奉什么这个双亲。侍奉双亲，无非是不热衷当官的他们堂而皇之的回家理由罢了。而一旦回到家乡，他们的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投身教育。台北孔庙建于光绪5年，2006年才终于有了第一位台湾人被台北市入祀孔庙，他叫陈维英，是一位资深教育家。这里是陈维英的出生地。乾隆末年，陈维英的父亲陈训言由福建同安移民到台北大龙洞，创陈月记商号，以经营木材起家。
14岁才入学读书的陈维英，在49岁那年考上举人。而令人称奇的是，他早在中举14年前，道光25年，就在科举繁盛的福州府闽县当过教育，也就是教育局长。这光耀门楣的举人石旗杆，据说是台湾仅存的一个。他刻着陈维英的教学行迹。在台湾，陈维英先后在宜兰的仰山书院、迁往新竹后扩建的明治书院，以及台北艋舺的这所学海书院担任主讲，门下弟子超过1000人。陈家的祖宅陈岳记大错，因为出了个人所共尊的老师陈维英，而被称为老师府。可是老师府历尽坎坷，境遇并不顺遂。闽台两地事事相同，连社会问题都一样。比如说械斗，在历史上啊，械斗是福建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在台湾也不一样。在台湾的开垦过程中，族群间为争夺田地、水源等等，经常发生械斗。咸丰3年，一场大械斗，老师府被烧毁了，陈维英的弟弟也无辜被打死。劫难之后，陈维英决心在废墟上重建祖屋。新屋落成前夕，陈维英心绪万千，一肚子话想对祖先说，想对儿孙说。于是，在浴火重生的老师府里，留下了这幅楹联：数十年克勤克俭，祖宗创业，第一等不仁不义，兄弟争田。这大概是从教一生的陈维英老师留给后人最为语重心长的教诲了。竹堑城内，道光3年的进士郑用锡也和陈维英有着相似的痛心感悟。祖籍金门的郑用锡是清廷为台籍考生设置进士保障名额优惠政策后第一个考中进士的台湾人，因此也被称作开台进士、开台皇甲。竹堑郑家自然门庭显赫，成为地方领袖。在经历了咸丰3年那场大械斗，看到台湾社会因械斗造成世毁人离、满目萧然，甚至有的族群之间视为世仇，互不来往、互不通婚、互不为友。郑用锡痛彻骨髓，慨然写下一篇《劝和论》：同居一府，由同室之兄弟至亲也。愿今以后，父借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喜心，勿怀宿愤，勿蹈前愆，一体同仁，思内患不生，外祸不至。同治12年，新北板桥出现了一所叫大观义学的学校，它是台湾首富板桥林家所建。在此之前的咸丰9年，林家叔侄林国芳、林维让与陈维英同榜考上恩科举人，一门双举人原本光宗耀祖，没想到紧接而来的一场漳泉大械斗，作为漳州人的总指挥，新科举人林国芳死了。据说是被平息械斗的官府抓到之后惊吓而死。板桥林家痛定思痛，林国芳的侄儿林维让、林维元两兄弟在同治12年建起了这所大观义学，免费让漳州、泉州的学童习文识字，并且请来了一个名叫庄正的泉州人到大观义学主持任教。漳州人办的学校居然请泉州人来当校长，这在当时让人们大感惊讶。林维元还将他的一个表妹嫁给了泉州人庄正，传为佳话。其实林维元一番苦心，是希望通过办学和联姻，促使漳泉之间不再械斗，和睦相处。台湾社会性质改变了，使得台湾从过去一个频繁骚乱的社会，变成后来喜欢读书这样一种社会，让台湾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让台湾出现了大批的文教机构，为后来台湾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这个在台湾实施儒家的结果，使台湾从一个粗放的移民社会，奠定了走向士绅的文治社会。
对于儒学教化的意义，台中文昌祠有一副楹联是这样写的：文以诗书定化干戈之气，蔚然山水特生干技之才。从康熙26年清朝在台湾开始推行科举制度的200多年间，有据可考的台湾进士就有33人，其中台南占了11位。而紧邻孔庙的这条府中街则出了2位，一个是许南英，另一个是汪春元。我现在有时候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说我的高祖父是农民，但是你的高祖父是进士。汪春元是我的曾祖父，他是进士。汪春元的父亲叫汪翁明，他是个农民。农家子弟汪春元曾在这条街上开班授课，他自幼丧父，孤儿寡母，生活艰难。母亲原本只希望他能懂点文墨，但他却早早的就显露出了读书的天资和才气。按照科举制度的规定，这个秀才要经过3级的考试，首先第1级要知县来考试。当时的安平知县是云南人齐征祥，他发现了这个汪春元当时是有个小孩子，他就把这个汪春元叫到他的县衙门来教育。接着，台湾知府广西人侯先芳也看中了汪春元。侯先芳发现他不错，他选拔了汪春元。再下来，一位湖南人，台湾最高长官兵备道刘骜也对汪春元大为欣赏。汪春元呢，在县试他得了第2，那么在府试呢，刘骜把他8字前茅，所以他很顺利的通过了3级的考试，然后成为秀才。一座岛屿上的3级官员一起帮着这个农民的孩子在科举之路上一程一程往上送。那时台湾已经浸润中华文化200多年，作为府城的台南更是书声朗朗，文风鼎盛。当年荷兰人建的赤坎楼被改建为文昌阁，成了台南的一处文艺中心。文昌阁边建起了书院，一座台南城不仅设有府学、县学，还有鼎足而立的澎湖、崇文和海东3大书院。当然最负盛名的还是海东书院。清光绪12年，16岁的秀才汪春元又被台湾兵备道唐景崧选入海东书院，成了这所全台湾最好的学府里年纪最小的学生。比如许南英就比他大了10几岁，14届是他的老师，但是他们也跟一起在吟诗这个唱酬啊，所以呢，他这个是以一个小孩子跟大人一起玩。当时海东书院院长是施世杰，而他的父亲施琼芳早就当过这所书院的院长，父子俩声名卓著，是台湾唯一的父子双进士。同窗学友包括诗人许南英，还有被称为东宁才子的诗人邱逢甲。邱逢甲、许南英和汪春元后来都考中了进士，只是汪春元的进士之路格外崎岖。光绪21年，福建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元来到北京考进士。这时候，台湾学子渡海赴考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不仅有官船一路护送，在福州、北京两地也都设有专供台湾学子落脚的会馆。北京的全台会馆当时建在京城正阳门外。1883年的时候，台湾到刘骜他鉴于当时台湾的文风日起啊，而且每年呢到北京去考进士的举人达到20几位那在京呢应该有个会馆，所以他就拨了3000银元在当时非常大的一笔数目，设立这个台湾会馆。台湾考生在北京有了稳定的落脚点，但这届考生的心情却是相当忐忑不安。因为前一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朝惨败于日本，中日两国正在日本马关进行谈判。最后，考生们等到了最坏的消息，清朝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汪春元等台湾考生听到消息，难掩悲愤情绪。台湾在北京的举人有汪春元、罗秀慧、
黄宗鼎啊，还有在北京的台籍官员叶提彦、李清奇垂涕请命哈，他们5个人率先上书督察院哈，坚决反对这个割让台湾。汪春源等5人垂涕请命，愤而弃言，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在台湾那段山河失色、血雨腥风的日子里，邱逢甲、许南英、施世杰、吴汤兴、瞿湘、江少祖众多的台湾进士、举人、秀才们走出了书斋，成了反对割台、抗日保台的中坚力量。当台湾最后被日本占据之后，大批的文人士绅耻为异族奴，纷纷回去故乡。汪春源落户在漳州。清光绪31年，历时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科举结束前的光绪29年，34岁的汪春源由漳州再度北上，入科场做最后一搏。他终于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和栽培。那最后呢，汪春源啊，他是终于在1903年，也是光绪29年，发表为这个进士。那这样他就成为这个台湾历史上最后一个进士。但是呢，他在这个填写履历的时候，他仍然写着他是福建安平人，也就福建台湾安平人。由最后一个进士汪春源溯及第一个进士陈梦球，200多年间，台湾33位进士的名字，至今铭刻在北京孔庙的进士提名碑上。2013年正月新年里，厦门祥安马巷琼头村的林氏祠堂落成。这座祠堂曾经高挂过清朝同治皇帝御赐的一门忠节匾额，也曾经做过牛棚，当过学堂，历经几度荣辱，几度沧桑。祠堂修建期间，年近100岁的林中庸老先生时时要到工地走一走。他对祖祠的修建特别关注。那在阮厝历史咧传说，阮这厝的亲人都去我死偌岁了，怎么台湾？林中庸的叔公林相荣曾在台湾当过总兵，也是台湾最后一任战死的总兵。台湾那种以前我是听老人咧传说，也就是讲，在台湾咧乱啦。咧乱就是过万生乱啦，台人以前用电台也要去啊，变乱啦呢。清同治元年，台湾爆发代潮春事件，总兵林相荣率军平乱，血战而死。同时，他的弟弟战死，儿子战死，侄子战死，妻子绝食而死。林相荣由家乡招募赴台的兵勇400人，也都全军覆没。琼头村这座林氏老宗祠，因此也就相当于一座树台阵亡将士的忠烈祠。福建东部沿海的福鼎晴屿，当地一群老人自发地守护着这个墓群。烽火营、树台、步兵、总墓。福建的话呢，不断的派班兵到台湾去守，死了以后呢，这些兵士啊，把他们带回来都埋着。
这里埋葬的人姓名不可考，只有一个戍台固兵的称谓，他们都是当年戍守台湾的烽火营官兵。清康熙22年，台湾的民政政权投降后，即将归入大清版图的台湾将如何进行防卫？年轻的皇帝颇为犹豫，让民政故地的台湾人来当兵，康熙不放心，但要在台湾专设一支军队。刚经历平定三藩和台海之战的清朝，财政状况又难以承受。所以最后呢，还是施琅想到一个妙策，就是说由沿海的这些口岸内地头调一些军队来台湾驻守驻防。最重要，第一个，军队的人员的编制没有增加，因为从内地调过来。第二个，薪水不用再增加，他本来就要应该领薪奖，只是他改成在台湾领而已。第三个原因是说，既然台湾已经是清朝的版图，这些福建的兵跟台湾之间，他们就应该来来去去，来熟悉整个海上航行的情形。这是个闽台一体防卫的设计，受到康熙信任的内阁学士李光地完善了这个方案。李光地跟他说，1万名驻防在台湾的士兵不能永远待在台湾，要以轮调的方式跟这个福建的绿营做轮防，就每3年就换一批，轮班来换嘛，就称之为班兵嘛。从康熙25年一直到咸丰8年，这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时间当中，这个清朝政府就以每3年一班的方式，就开始在台湾实施班兵制。台南市这条清静的小街原名总爷街，因为当年台湾最高军事长官台湾镇总兵的衙门设在这条街上。清朝参照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由汉人组建的军队以绿旗为标志，称为绿营。台湾镇周边驻扎着绿营步兵左、中、右3个营。安平设水师协台衙门，也就是海军司令部，统领绿营水师左、中、右3个营。当时是以台南为一个重要基地，所以台南的水军、陆军就占了6个营。澎湖设水师协，驻有水师左、右2营。北路，也就是台南以北以及台南以南的南路，分别设参将府，各统1营兵力。刚好4个营，那每个营平均1000人左右，所以住在台湾部队有1万多人。他就沿路设堂训，就是设那个军事据点。这种称为训堂的军事据点，兵员多的上百人，少的就不到10人。当时候清廷是没有警察的，所以其实在班兵当中，将近快要3分之2人都在守训堂。这个绿营的士兵，他平常有负责维持治安的任务，所以呢，有点类似今天的警察。那因为他设了堂训，老百姓才能上来啊！因为你那边有军人驻扎在那里，有老百姓的安全上得到保障啊，所以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但随着台湾开发，问题也跟着产生。台湾的班兵始终1万多人，那1万多人随着台湾不断开拓，它兵力越来越分散，碰到一些宵小，你还有办法能队伍；那碰到真的大的军事作案、民变、械斗，你怎么办？康熙60年，68岁的老皇帝准备退位了。台湾收归37年，一直让他很放心，社会稳定，人口变多，物产丰富，人民安乐。虽曾有过几起民变，但都被班兵将士迅速弭平。从康熙23年第1任总兵杨文奎算起，台湾总兵轮换到第12任的欧阳凯，他是福建漳浦人，在台湾已经平稳坐满3年，随时准备渡海返乡与家人团聚。
但是他不知道，他已经回不去了。康熙60年4月19日，在凤山县罗汉门养鸭子的福建长泰移民朱一贵，因为不满知府王真纵容儿子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而诉其起事。兵力稀少的清兵冈山逊首先被朱一贵占领。朱一贵的队伍迅速扩大到数万之众，攻向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却还没有城墙，那时候的台湾也不准许建城墙。大东门之外称为春牛埔，是清朝官民在开春时节举行祭春牛仪式的地方。一场恶战在春牛埔展开。康熙60年5月1日，总兵欧阳凯率3000部众迎战朱一贵数万人马，但却没提防到身后捅来致命一击，欧阳凯被他手下的一个叛将刺死，头颅被砍去献给朱一贵。欧阳凯由此成为第一个在台湾战死的总兵。总兵之下的各级将领、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千总、把总也几乎全部战死。13天内，除了北部的淡水之外，朱一贵与同盟军、屏东客家人渡军营2支大军南北夹击，相继占领台湾的1府3县，几乎控制了整个台湾。5月3日，朱一贵在台南天后宫登基，年号永和。仅仅13天，一个放鸭人变成皇帝。但随即因为权力和财产分配问题，朱一贵与渡军营发生内斗。这起民间对抗官府的事件，最后竟然演变成闽粤之间的惨烈杀戮。朱一贵事件我们6堆乡亲客家乡亲为了要保乡卫土组织了这个6支义勇军队然后帮忙平定乱世。屏东一带的客家庄以军队编制统称为6队，多年后按谐音改为6堆。施世票，福建水师提督，他是施琅的儿子，16岁就随父出征，参加过澎湖大海战。兰亭真，南澳总兵，他的族兄是施琅的平台先锋兰里。2个与台湾早有渊源的将领奉命赴台平乱，他们分率水陆两军1万多人，于6月13日登陆鹿耳门，经过7天激战，击溃朱一贵主力，从而一举平定台湾。朱一贵被抓，押解北京审讯后遭到处决。台湾有一首民谣，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5月称永和，6月还康熙，唱的就是他。赴鹿耳于崇朝，定东都以7日。朱一贵事件平定后，兰亭真接替战死的漳浦老乡欧阳凯担任台湾总兵。时间不长，虽然只有10个月，却对台湾的治理和开拓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远见的建议和措施。那针对台湾地广人稀的问题或者是吏治不良的问题，或者是治安的问题，那兰亭真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例如说，他建议在诸罗县以北要增加行政区域。这个建议立即被采纳。雍正元年，地域广阔的诸罗县北边增设了彰化县，并设淡水厅，以管理彰化以北的区域。军人兰亭真为什么能提出一系列治台的策略呢？因为他身后有一个特殊人物，他的堂弟兼军师兰鼎元。
兰亭珍重要的一些规划都出自于蓝鼎元之手。蓝鼎元将他对台湾综合治理的一系列构想写在他的《平台纪略》和《东征集》这2部著作中，他也因此获得了筹台宗师的称呼。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是康熙的4皇子，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皇帝了，一生所批奏折达4万件，5000万字。而获准上奏的官员，从康熙朝的200余人扩大到1000人以上。雍正9年11月，雍正皇帝批准广东节使总兵苏明良的奏请，赏给他3个月藏亲假。苏明良于是奉旨藏亲，回到家乡漳州龙海领头社。按规定，总兵是不能请假的。苏明良能够获得特许，可见他被雍正帝格外看重。每年的正月初1，全体主人都要到那里祭拜，这是我们的祖先提督苏明良的方向。刚把父亲安葬了没几天，3个月假期未满，雍正的圣旨就直接下到这个小村子，叫他马上到台湾去接任总兵，而且给的是挂印总兵。他是第一个挂印总兵，这个挂印就是比原来的那些总兵权力更大。雍正火速地把苏明良催往台湾，但台湾并无军情要事发生。苏明良当总兵将近3年，台湾也都很太平。第1任挂印总兵的台湾经历，就是留下了30几道奏折。台湾总兵给皇帝的奏折写的都是些什么内容呢？他奏报什么呢？奏报这个粮食产量，天气如何，收成如何，连米一担多少钱都写在奏折里面。粮价直接关系民生，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他看到粮价的涨和落，贵和贱，大体可以判断这个地方民生、社会是不是安定。他还有一个小事情，就非常小的事情。有一个原住民的妇女，捡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有衣物，还有银两。这个原住民妇女将包裹上交，通过官府归还给失主。苏明良非常高兴，亲自接见这个老妇人，还进行表扬，然后把这件事情写奏折写给雍正帝。雍正是一个大国君主，日理万机，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这很小的事情，雍正皇帝也做出御笔朱批，相当高兴的一句话：实在极好之事。苏明良3次获得雍正御笔的福字，清朝皇帝都爱写这个字，用以赏赐手下的重臣爱将。甘国宝得到了乾隆所赐之福。国宝美啊！在闽台两地，甘国宝的名字广为人知。他在福州的评话、闽剧、台湾的歌仔戏中被广泛流传，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传奇人物。200多年间，大约100任88位台湾总兵，就属甘国宝在民间的知名度最高，但却是以回头浪子的形象而著名，这很有趣，但也很无奈。屏南小黎杨村的这座房子是甘国宝的出生地。谁会想到闽东大山深处的这个村子会走出一个2度跨海担任台湾总兵，并且当到了福建陆路提督和水师提督的人物？乾隆24年10月，甘国宝首次被调任台湾挂印总兵。乾隆皇帝给他写了几句话：此系第一要任，非他处可比，必须才干悠长、事见明者任之。足以看出台湾总兵的人选是多么被朝廷所器重。史籍留下甘国宝在台湾的主要事迹，
一是在海岸率兵巡防，缉捕海盗，这是台湾班兵的基本职责，防海。再一点就是沿疆界、警斥后，说白了就是防山，也就是加强汉番交界地带的防备和巡查。据说因此而使得兵安其武，民安其业。甘国宝一员武将，却雅好文墨，以纸画虎是他的拿手一绝。同治年间的总兵刘明登，这个虎字写的也虎虎有生机。草岭古道还留下他雄镇蛮烟4个大字，两方石刻点缀于一条古道，成了今日宜兰的一处旅游胜景。雍正8年，曾任台湾总兵的同安人陈伦炯完成了这部《海国文件录》，不仅画出了台湾的前山和后山图，并且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南海诸岛划分为4大群岛，并明确标绘出地名和位置。闽粤两地民风强悍，这种民风也随移民从原乡带到了台湾。毕竟要在一个新开发的移垦社会里生存，拳头有时显得和锄头一样重要。200多年间，各种械斗屡见不鲜，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麻烦。因为台湾本身不大嘛，它小，整个台湾能开发的土地有限，那人不断的涌过来，就造成了一种生存的一种争执。还要争地盘啊，争水，样样都要争。有时候连赌博也争啊，赌输了他就会打群架，就变成械斗。哦，这种现象的话，在台湾是非常的多。台湾社会也就产生了一个特殊的阶层。我们台湾叫做罗汉脚。罗汉脚是什么？打光棍的，都是穷光蛋，娶不到老婆，这些人就是变成亡命之徒，随时随地就可以打起架来。啊，打起架来，他就成群结队，然后一蜂窝就打。乾隆47年，彰化县一场庙会上偶发的口角冲突，不料变成漳州人和泉州人的大械斗。罗汉脚是这场械斗的主角。400多村庄被毁灭，成千上万人成为难民。台湾班兵已经无法制止这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亲自出马，以铁血手段迅速平乱。黄世简的神勇表现，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而又良好的印象。黄世简的曾祖父黄吴曾是郑成功的海城守将，后来县城降清，被清廷封为海城公，世袭12次。因此，黄世简在9岁的时候就袭爵成了海城公。历史上战事频仍的海城，崇尚保境安民的城隍爷。福州平山泰山宫，这组清道光年间的福建12府州城隍朝泰山壁画，台湾府城隍爷赫然列为其中。这就是台南府城隍庙，它是台湾最早的城隍庙，建于明郑时期。庙内这块匾额是黄世简的笔迹，写于乾隆51年春天。这年黄世简65岁了。正月，他上奏乾隆，请求告老还乡，
因为医生都是病。但76岁的乾隆皇帝不准给黄世简送去人参、高丽清心丸等滋补品，嘱咐他好好养病。但就在这个时候，台湾传来淡水同知等10多人被砍掉脑袋的消息，黄世简立刻准备抱病赴台。乾隆得知后，5日内4道圣旨，600里火速传谕，黄世简病尚未全，不宜远涉劳顿，关爱之情溢于纸上。但黄世简还是去了，毕竟老将出马，事情很快处理完毕。唯一遇到的麻烦就是在赴台时，海上遇到飓风，但潜心祈祷城隍而化险为夷，他因此向城隍爷献了这块匾。或许这也是作为他对台湾的告别吧。风涛浪里，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近20年，他已经功成名就，现在他打算返乡安度晚年。但也就在这年，他的一个平和同乡林爽文改变了他的命运。林爽文，乾隆38年从平和来台，居住在台中，以耕田赶车为业。乾隆51年11月27日，林爽文在今天的台中大墩一带率众起事，几乎颠覆台湾。清朝台湾有朱一贵、林爽文和戴潮春3大事件，以林爽文这次规模最大，起因却似乎很小。在我们斗六有一个人叫做杨文林，他因为没有儿子，就抱养了一个杨光勋一个儿子，就后来呢自己又生了，叫杨拉氏。那孩子长大以后就觉得谁应该继承财产了，就吵了起来，各自结党。这桩兄弟间的财产纠纷，最后竟然牵出今天的背景。一个叫天地会的组织第一次浮上台面，震动了清廷。天地会就发源于黄世简的家乡平和云霄一带。就在清朝乾隆26年，由一个叫提喜和尚，这个人也是云霄人，姓郑，俗名属姓郑，叫郑开，建立一个秘密的民间反清社团组织的名称叫天地会，就在这里搞秘密活动。天地会于乾隆48年传入台湾，这个传入者就出在黄世简家乡依山之隔的地方。有云霄马铺客寮人叫严烟，他平时经常在台海两边来来往往，一般就做布匹生意的。而这个严烟到台湾就认识了这个林爽文，林爽文呢就拜他为师傅。林爽文从而成为台湾北部天地会的首领。乾隆51年11月，彰化杨家兄弟的那场财产纠纷，最终酿成官府对天地会党徒的大抓捕。情急之下，林爽文率天地会起事，很快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和陆路提督任承恩奉命紧急率水陆两军入台征剿。得知黄世简领兵到了台湾，乾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他以为这不过是台湾的又一起民间大械斗而已，只要黄世简出马，匪党自必望风溃散。但英明的乾隆皇帝这回估计错了。林爽文联合南部的庄大田，两路人马数万之众，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台湾知府、淡水同知、诸罗知县等官员先后被杀。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许封文武百官，竖旗剑号，名曰顺天。
当最终证实了林爽文竟然自称为王及建立年号，乾隆皇帝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乾隆所寄望的皇室检以及陆路提督任承恩驻兵鹿港却迟疑不前，皇室检的表现很反常。到是65岁啊，这阵啊，伊也变国家的风险，就破病，反正就到迄落。大乱当前，年老生病就不能成为理由了。乾隆帝就看讲这过偏殿不得力啦，顿然后结集下来就。不仅是革职，而且是斩监后。皇室检和任承恩都因为贻误军机被收监，等候杀头。和大清江山社稷相比，即使是自己最看重的将领，也变得无足轻重了。乾隆有个小故事啊，乾隆住那个养心殿，有一个瓷的罐儿，瓷罐装的什么呢？装的这个草，干草，一段一段，36段，每天呢才拿出几段搁在这个案子上，他看丢不丢？他说，草一颗也不能丢。他这个草，一个是相当宝物，还有一种诠释就是土地，就是领土1寸也不能丢。乾隆派出他最亲近的战将大学士福康安以及参赞大臣海兰察赴台平乱。乾隆52年10月29日，福康安统前粤鄂桂4省精兵8000人抵达鹿港。11月8日，福康安、海兰察率军解诸罗之围，战局由此扭转。第2年1月4日，林爽文被抓获，紧接着清军南下，在今天的恒春一带抓住了另一个领导人庄大田。一场持续近16个月的叛乱终于平定。这起事件使整个台湾社会历经了一场浩劫。大概从6月围攻到11月，朱罗怎么样被攻破？可是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城里都没有东西吃的，都把那个花生的渣，混合其他的草根等等，拿来吃。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很感慨，11月3日下狱，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嘉义是唯一清朝的时候皇帝颁赐给我们的一个地名。所以我们这里有没有看到很多的义民庙啦、义民塔？云林北港当时名叫笨港，是林爽文事件的一个重灾区。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都市啊，是一个港口啊，港口要安定才有贸易、有生意可以做啊。它自然而然会老百姓，就是商人会出一些钱，组织这些民兵的团练来保护地方。牺牲比较惨烈哈，所以这边是从林爽文事变完就有这个义民庙。108位泉州籍的笨港子弟为保卫家园而献身，还有他们的一只忠狗，协助官兵平定战乱的不同族群，清廷分别颁赐乾隆御笔亲书的封号，予以褒奖。事实上，给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封号，像我们这个泉州人的义民庙呢，他给他的封号叫做精义，如果是漳州人叫做师义，甚至连原住民也有义民。就为了保护他们原住民部落而牺牲的，给他们封号叫效忠。客家人他们变成他们族群的中心信仰，他们的封号叫做保忠。台湾恢复了秩序。福康安于乾隆53年5月率军渡海凯旋，乾隆在中南海紫光阁举办盛宴，隆重犒赏有功将领。而仅在1年多前，曾备受乾隆赏识的黄世简，也曾风光出席朝廷举办的盛宴，昨是今非，天壤之别。
对于老将军黄世简来说，真是情何以堪。好在乾隆最后悯其老病，又念在他祖父世有劳基，赦免了他以及另一位提督任承恩的死罪。乾隆将平定台湾列为他的10全武功之一。20位有功之臣被绘成画像，挂在中南海紫光阁里，这是清代军人的最高荣誉榜。金门人总兵蔡攀龙因战功突出，也名列其中。台南赤坎楼前一字排开的这9座济功碑，是林爽文事件平定之后清朝下令篆刻的。它由乾隆御笔亲书的5篇满汉诗文组成，碑文详叙平定过程，洋洋洒洒，极尽铺陈。但心情亢奋的乾隆皇帝同时表白，自己是不得不用武，又深具用武。运往台湾的济功碑共10面，还有一面立在嘉义县，是乾隆为清军统帅福康安立生祠的圣旨。这场战争让福康安风光无限，而令人没有料到的是，台湾总兵柴大济成为整个林爽文事件中最悲情的人物。诸罗城没有被林爽文的重兵攻破，是柴大济在城内坐镇指挥，算是立了大功。但他也许是怠慢了福康安。战后福康安开始查他，一查也就查出了贪污问题，在台湾收取所谓的海口银，也就是向来往船只收取额外的钱财费用。那柴大济其实有功的，怎么到最后沦落到要被杀头呢？后来就是查出他们基本上都有去收这样的费用。这是沿袭多年的官场海口漏规。当年黄世简曾经反映过，但乾隆没有太在意。这回因为涉及军队腐败，差点丢了台湾，那就绝不饶恕了。乾隆决心杀一儆百，整肃官风，于是柴大济人头落地。所以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很英明的皇帝。他从这个柴大济开始往上算10任，全部都抄下来，嘿，希望能够来制止这样子的歪风。这也算是林爽文事件给台湾班兵敲响的一记警钟吧。林爽文事件结束的当年，台湾官府颁布了示禁海口章程，警告如果再像以前那样索取额外的钱财，一经传户控告就罪加一等。由各级官府、军政部门屡屡立起的这类示禁碑，说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严审法令，禁止勒索。从中可见，清朝还是发现了官场和军队的问题，采取了整肃措施。台湾总兵禁止勒索的告示，醒目地镌刻在人流出入的城门内。这座鹿港金门馆，则又是一个特别的军人俱乐部。从这2块石碑留下的名字可以推测，捐献者所属部队几乎全是水师，因此它也相当于今天的海军俱乐部。澎湖有座班兵提标馆，而台湾有个特殊的籍贯叫做提标人，他们自称是水师提标，也就是福建水师提督直辖部队的官兵后代。有很多班兵，他爱上台湾这地方，爱上台湾的姑娘，那最后呢，就有点像今天我们所谓的外省本省的通婚，就很多班兵就娶了太太，或从大陆带眷属，那就在台湾，就留在台湾开垦，落叶生根，
就变成我们今天所谓台湾人祖先。在澎湖提标馆中，除了祭祀海神妈祖和齐天大圣孙悟空之外，提标人的祖先牌位也供奉其中。像我的这个高祖父呢，他是由福建同安刘武店然后来到了这个澎湖，他后来担任澎湖左营的千总那我们也自称我们是提标的后裔。澎湖除了这座提标馆，还有烽火馆、海坛馆、南澳馆和铜山馆。今天这座澎湖关帝庙是当年东山班兵的铜山馆所在，供奉着关帝爷。漳州东山武圣庙是台湾关帝的祖庙。这个实行班兵制度200余年，至少有4万多铜山子弟到台湾去戍守。东山流传着一个四命妈的故事。四命妈名叫吴碧娘，她的丈夫李炳邦到台湾去戍守，临行委托朋友陈永春代为照顾妻儿。那时吴碧娘已有3个孩子，生活困难。陈永春不负有人之托，对吴碧娘母子尽心照料，但久而久之就引来了闲言闲语。吴碧娘是个非常贞烈的女子，就忍受不了，结果呢就把她的3个孩子都扔到井里，自己跳井而死。这样呢，一家就4条人命全部没了。据说此事惊动了朝廷，雍正皇帝就下诏，就每年每季要追赠给这些班兵家属的俸银。那四命妈她以自己呢一家4条命换取了这个朝廷对这些班兵家属的体恤和照顾。铜山班兵为表感恩，为四命妈塑像建庙，代代祭祀。位于闽江口的福建马尾闽安镇，是清朝福建3大水师基地之一。那时候当兵是福建的水师主要是从闽安、海棠、同安这3大水师基地派出去，当然还有福建陆营部队，但是水师主要是从这3方面派出的。整个闽安这个根据省市文物部门统计，戍守台湾这些军士有3万多人。这座建筑曾是闽安水师协台衙门，相当于海军司令部。第一个战死台湾的总兵欧阳凯，最后一个战死台湾的总兵林相荣，都曾在这里担任过最高军事长官闽安副将。嘉庆初年，嘉义人王德禄和金门人邱良公先后在这里服过役，他们后来分别升任福建和浙江的水师提督。嘉庆13年，2人联手剿灭了大海盗蔡牵，扫除了台湾海峡的大患。2人由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水师战将。王德禄他打仗的话，好像都是百战百胜的。原则上那时候的战争体系的话是要冲锋陷阵的，所以据说他自己讲了，他身体受伤几百次。没想到更强大的对手逼上门来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台湾告危。72岁的老将王德禄奉旨重披战袍，协防台湾，并不顾年迈，渡海前往澎湖督办军务，却因积劳病逝于澎湖行营。足堪告慰王老将军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台湾军民打赢了英国入侵者。当时的台湾道姚营和总兵达洪阿一反官场文武不合的陋习，和衷共济，严密布防。基隆的这座2沙湾炮台，就是当时姚营开始建的。
大敌当前，台湾民众没有了闽粤漳泉之间的隔阂，他们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的义民精神再次彰显。1841年9月30日，基隆首战，二沙湾炮台一炮击中英军炮舰纳尔布达号。清军出击，在斩杀英军32人，擒获133人，缴获大炮10门。这是台湾班兵200年间打得最漂亮的战役。鸦片战争中，内地沿海防线损兵折将，丧失失地，唯独台湾的抗英战线连战皆捷。1840年之后呢，清朝政府面对的这个对手呢，全部都是有船坚炮利的这些西洋人，所以这个时候整个的一个防御的措施，那个思维都需要转变，然后这个军种也必须要去改变。当时候湘军跟淮军呢就崛起了。那这个样的新的替代性的军队呢，就是湘淮军，正式的称呼叫做防军。那从同治一直到光绪这2朝，台湾的这个驻防军队呢，就是由所谓的防军来取代的绿营。在光绪元年到20年之间，有很多不同省级的军队到台湾来。由此，防军代替了班兵，实行了200年的台湾班兵制度，于是寿终正寝。班兵在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于台湾区域社会秩序的稳定，我觉得它发挥了一定的效果。清朝政府的对于这个台湾这个地方的这个统治呢，把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交给这个班兵的手中，在班兵的人数条件不够的情况底下，还有办法呢，很稳定的控制台湾210多年，这样的一个历史也是不可忽视的。经历了鸦片战争抗英洗礼的基隆二沙湾炮台，后来又经历了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5年的乙未抗日战争。他同时还经历了台湾由班兵向防军转换的历程。营区边这处高地上有几座坟墓，这是一个河南籍士兵的墓地。他没能归葬故里，但他算是幸运的，能在他防守的营区内拥有一个单独的墓穴，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阵亡或病故的台湾班兵，基本上要送归所属军队的营地统一安葬。这类树台故兵墓群，在广东和福建2省，目前为止发现了4处。这里是广东南澳镇的一处树台班兵墓园。到现在埋在这里总共181口，由于碰到呢要修公路，这一些坟墓需要帮腔，那县政府在1992年就破款，把这些呢移到这里来，把坟墓的每一块墓碑贴成总共2个字，叫忠坟。福州马尾闽安镇这片墓地，埋葬着1874年跟随钦差大臣沈葆桢前往台湾的135位树台官兵。1964年3月，东山县纺绳社工人朱来在工厂围墙外的荒野地上发现了一片墓群。他从叔公那里得知，这是数位台湾的班兵墓地。朱来于是在这里搭盖了一间简易的小屋子，开始了他的守墓生涯。荒草被除去，道路也修了出来，130多块墓碑露出了整洁的模样。墓碑或留下了名字，更多的姓名已经遗失。50多年过去，朱来80多岁了，
他还继续守护在这里。当然，如今已经不止他一人。这片树台将士墓群早已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人们络绎而来，出力出资，祭扫凭吊。来这里的人们大概都会有一个疑问：朱来老人半个世纪守墓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始终没说，只有从他每日为树台亡灵虔诚的吟诵声里去体会了。